快点开。钱市长啊，曾副市长他们都在等您呢。啊，知道了，请吧。行吧。你说什么？又有人掉进去了？昨天晚上9点，在城中区上海路，一个2岁女童掉进了无盖的窨井，至今下落不明，估计没有生还的希望。荒唐！上个月省委中书记专门为这个无盖窨井吞噬人命的事做过批示，发过通报，你看又来一次。给我严厉追查责任者，该撤的撤，该免的免，谁要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我们就摘他的乌纱帽。是。江那边知道吗？哦，钟书记到下面检查工作去了，估计还不知道。不过赵副省长打电话来询问过。啊？他说什么？没说什么。是不是他打电话告诉你们，你们才知道这个事儿的？好。这也是我这个当市长的一大罪过了啊！你们就给我惹事儿吧！你今天就要通知市委宣传部，让他们组织一下，对无盖窨井吞噬人命这个事儿做公开报道，不许护短，让电视台和报社都去。是。哎，你还不去跟着干什么呢？省环保局的人来了，要见你。还是国际工业园排污管泄漏的事儿，下游的几个县市一早就来告来了。那送水的消防车都派出去了吗？哎呀，这又哪失火了？估计是我们钱大市长的引水工程吧。真是，你说我们这么大个市，还靠着中江，怎么就喝水那么难呢？哎呀，这跟人家说啊，人家不一定相信呢。靠着江有什么用啊？中江水又不能喝，不彻底根治，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政绩工程，哎呀，真是太不凑巧了！我要到外地开会，现在正在赶往外地的路上啊。好，再联系啊！好，我知道，我已经派车给你们送水去了啊。好，再联系，好吧？好，就这样。这样，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咱们会议改地址。这下游几个市的领导都急了，都要来找我，咱们换地方。曾市长，走吧，啊！那环保局的人，你们去见，我不见。可人家要见的是一把手。那好啊，让他们去找李东方，他是市委书记，堂堂正正的一把手啊。可李书记一大早就出去了。啊，钱市长，再怎么说，人家是省环保局的，王局长又亲自来了，您看。哎呀，行了，哎。你们随便去找一个市级领导陪陪不就完了吗？啊，非要我这个市长去出丑，看着我这个市长被人训，你们高兴吧？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可李书记不是不在吗？你好了，我也没别的意思，你也用不着那么紧张啊。哎，不是听说贺家国要来报道吗？让他去接待环保局吗？啊，这合适吗？这哎，怎么不合适啊？李书记又不在，我又忙。他这个市长助理不出马，谁出马呀？啊，哎，再说他贺家国可是商场老手，这种应酬比我们有经验。他要不合适，就没人合适了。就这样吧，啊！哎，钱市长，哎，完了，到前面往左拐。您对这很熟悉啊，李书记。李书记曾经在这工作过，这里可以算是他的第二故乡嘛。喂，我是李东方，是老陈。老陈，喂，
这里是山区，信号不好，要不咱们到前面找个村回个电话。钟书记还等着我们呢，到秀山再说吧。哎呀，李书记，你可来了！哎呀，徐涛同志，哎，钟明仁钟书记呢？他走了，回宗江了。回宗江了？他等了你一会儿。哦。后来省里来电话，他说有事儿就回去了。他让你到市里去找他。他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哦。啊，哎，你们不在镇上待着，跑县上干嘛？不会是要钱吧？他找我什么事儿？还不是移民的事儿。哦。嗨，李书记，不瞒您说，我都头疼死了。小曹，你这平岗的事安排一下。我借你电话打几个电话啊。小王。李书记，这位烈士跟您是？他是打工同志原来的夫人，也是我的老师，永远是。啊，这么年轻就去世了。陈书记，李书记，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本来去平岗找你，半路上碰上钟书记说你在这儿，就过来了。书记，田正达谢公款潜逃了。好，坐我的车，你们俩。好，把周堂书记送回去啊。哎，好嘞。我送你回家。田正达说积极配合破案，我和达公同志在大会上还表扬过他。是啊，我也没想到他会出事，而且涉案的金额会这么大。多少？3个亿。混蛋！李书记，我一直认为田正达是您和赵达公同志派去搞接管的，所以在思想上也是有些麻痹。哎，于英同志，赵省长跟李书记点名让田壮达接管市投资公司，跟这个案子的本身没什么关系。你等一下，让周局长说吧。一个公司啊，出了那么多事儿，一件事比一件事大。我过去的市长，现在的市委书记，这个脱不了干系的。赵省长也不会赖账，你说吧，周局长。事实证明，田正达这个人是用错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田正达就在配合办案过程中，把老婆和孩子全都移居到了国外。前几天我们接到了确凿的举报，着手进行调查时呢，发现账上的3亿公款已经换成外汇，全都流到境外了。另外，我们正要立案，田正达又突然消失了，说是去上海出差开会了。可这一去就没有回头，这一切都很蹊跷。这么蹊跷？李书记，我们对田壮达的调查是秘密的，这里面肯定是有人泄密。哦，知道了。你们想方设法把田壮达抓到，抓到以后泄密者不就抓到了吗？3亿公款也追回来了。哦，你们有没有什么具体办法？估计田壮达还在国内，我们已经上报了主管部门，请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发出通缉令。如果田壮达已经逃出国门，
我们准备通过国际刑警发出红色的通缉令。有没有具体线索呢？哦，你这件事情没向赵省长汇报吧？没有。你马上去跟他汇报一下，看他有什么指示。现在就去。现在就去。英同志，你等一下，有一情况我跟你了解一下。我拿着。于英同志，刚才我觉得你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没有。那就好，我是怕你刚调过来，工作上有什么顾虑。还好。去码头，对，那你跟小曹说一下啊，晚上过去。英同志啊，我刚才听明白了，你呢是因为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不太方便。我有过这种经历，不过你放心大胆的干，有什么事你及时找我，好吗？你是不是想说什么？好，对，我是想说。说吧。你不觉得有些人并不希望把田正达抓回来吗？你说为什么？如果把他抓回来呢，不知有多少干部要卷进去，那样会给某些人出难题。你说吧。另外，我觉得中央有一种很强的这种排外情绪。从我调来那天起，就有人讲说我是从省里派来揭盖子的。好，我知明白了。那个，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跟你说，到中江揭盖子，这个我欢迎，但是一定要有事实根据，是不是？李书记。您可能误会了。不，我的意思是，不要解释了，我明白了。你是一定要把田壮达缉拿归案，对吧？很好。那你就依据你的线索大胆的去工作，有什么事儿，不过你得及时跟我汇报，不要管我在哪儿啊。我走了。钱市长派去送水的车。老钱从来没想过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怎么行？泄露啊！昨天晚上发生的，下游的一些市县，一大早上打来好几个电话。你马上给国际工业园那个头打个电话，叫他过来见我，还有那个钱市长，叫他也过来。好的。还有，郭家国来找过你。他调动问题解决了。对，他说已经办好手续了，明天上班。好，很好，太好了。这么说，省委组织部找你谈过话了？差点没把我谈睡着了。那以后我得叫你贺市长了。助理，赵省长，我是贺助理。少和我犯贫！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是干什么？是不是因为我过去反对你从政，你心里不服气，来向我示威的？我哪敢呢？我是来感谢你的。真的，感谢你对我的支持。不要感谢我，你去感谢李东方吧，是他非要你不可的。好像少了你这盆狗肉啊，就成不了宴席。不过这次呢，我倒是也没反对，我已经不是中江市委书记了，没必要避嫌了可是说心里话，家国，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到中江去凑热闹。你以为这个政府的官是好当的你等着看吧。
有你难受的日子。家国，你要和阿慧离婚啊？爸，不是我要和阿慧离婚，是阿慧甩了我了。人家不喜欢我这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喜欢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人。哎呀，不说了，不说了。我看呢，主要责任在你。3年前我就劝过你，让你到美国去和阿慧一起发展，可是你偏不听。跟你说实话吧，前2天阿慧给我来过电话，说她这次回来要来办手续。我呢，2个晚上都没睡着觉。你知道，我就阿慧这么一个女儿，也没有儿子。我是一直把你当自己的亲儿子对待的。家国，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走这步，好不好啊？你再好好想一想啊！要是愿意和阿慧到美国去团聚，阿慧那里我来跟她说。爸，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不过我还是想在中江来体现我的人生价值。陈经理，我再一次提醒你，你身为红枫公司的党总支书记兼总经理，对今天这个事儿你要负主要责任。是啊，我是有责任的。你有什么责任？毕竟1年前我是中江市委书记嘛，官司遗留问题没解决好，我当然要负责了。啊？你总是替别人着想，可是他们呢？哎，那个沈小兰简直就是个泼妇，你不知道她骂的有多难听。哎呀，人家官司输了，心里不舒服，骂2句也是可以理解的嘛。那就请你转达赵副省长，要不请他和省政府把我们这些积压的服装全部买走，要不就以非法占道经营把我们全部赶走。沈经理，你这就不讲道理了。赵副省长和省政府为什么要买你们这些积压产品呢？你们把红枫公司搞成这样，你们还有理了？我们是没理呀，有理我们也不会打不赢官司嘛。那您这么说，我们赢官司的倒有罪了。整个官司的审理过程您是清楚的，我们是合理合法。哎，可他们居然现在在我们门前摆起摊来了，我们没法工作呀。你们这么干还讲不讲安定团结？难道打不赢官司要怪罪省政府吗？我没说怪罪省政府，但有人必须要负责。谁呀？你还是不知道的好。不过你可以去问赵副省长，他知道的最清楚。这情况你不要说了，我都知道。这样，我会派陈忠诚来妥善处理的。啊，他你总信得过吧？那我更信得过您。那就好啊。娟娟，你先回去，首要的任务就是安抚好自己单位的职工，千万不要跟沈小兰他们发生任何矛盾和冲突。你是共产党员，又是人大代表，要以安定团结为重，啊，千万不能再跟我捅什么娄子啊！您放心吧，我是在您主持工作期间扶持的典型，什么时候我都不会给您丢脸。
像激化矛盾、影响安定团结的事，我绝对不会做的。中江市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没有法治的嘛，是不是？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儿了。那我先回去了。好的。哎，娟娟，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要多找找李东方，他才是你们的市委书记啊。我跟他不熟，所以不是工作嘛，熟不熟有什么关系啊？你跟李东方接触一下就知道了。我现在已经不在中江工作了，虽然过去和东方是老搭档，但是插手太多，总不是太好吧？啊？那好吧。那我先走了。好，走吧。喂，陈仲成吗？你这个中江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整天都在干什么？你呀，赶快去把红枫服装公司的事处理好。这种场面要是让中组部的同志看到了，我怎么解释啊？赵省长，中组部考察组的同志还没有走吗？还住在省委招待所呢。前天中组部的同志找过李书记和市里几个班子里的人，好像是关于提您当下一届省长的事儿。好了，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啊？是的，我马上去疏导。不过赵省长，他们看来是有组织的，说是要请您和省里的几个领导把他们手上的服装全买走，或者什么？这样，我干脆亲自跟他们谈一谈吧。这不合适吧？有什么合适不合适啊？人民的公仆岂有害怕人民的道理啊？你去请沈小兰还有他们的代表马上来见我，我在这儿等他们。嘿，真是政府的红管家呀！吓我一跳。吓什么吓？是不是拿人回扣了？王经理，一共3桌，你就敢给我算98瓶饮料，心也太黑点吧？徐主任，这可是你自己数过的呀，一共是98瓶饮料。我哪知道你从哪弄下这些空瓶子呀？去把你王总叫来，不是那个，我跟他说。哎呀，算了，这个别较真了。中江宾馆也是政府的嘛，啊？快去啊，我等着呢。去把王总叫来。好了。干嘛呀？贺市长，别那么乱做好人。我1年就这么点接待费，而且中外来宾那么多，你让我怎么安排呀？那你就别鸡肠狗肚的了啊！接待主任亲自数空瓶子，你就不怕丢人呐？啊？哎，找我来什么好事啊？去。什么好事？我想让你来关心一下广大人民的疾苦。广大群众的疾苦有你们这些公仆关心着，还要我干什么？啊，徐主任，哎，徐主任，你看你又批评我们呢，你批评我们，我们就改嘛。你说，饮料算多少瓶？你姑奶奶金口一言，说多少就是多少。我看最多50瓶，你再给我耍花招，我可搬到人大宾馆去了。哎，别，我们宾馆上上下下可都把你当姑奶奶捧着呢。我们对待市长、书记可没对待像你这么尊重啊。别说那么好听，你呀是尊重我手里的这些接待费。去吧，谢谢。哎，主任，顺便汇报一下，晚上招待省环保局的那桌，我安排在罗马厅了。你看市政府领导谁到，有什么别的要求没有？贺市长，你问他。贺市长。贺市长，你不是华美公司的贺博士吗？啊，是我。贺博士现在是市长助理了，李东方书记点的将。好，博士参政，这是时代的进步啊。就按照主任说的办吧。
要按照我的安排啊，这个排场就大了。好，我马上就去办。好，谢谢啊。好，再见。你说这个钱市长啊，我第一天上班就安排我顶雷子。什么雷子呀？第一天报道就有宴请的美差，你还想怎么着？什么美差呀？国际工业园区呀，又出了污染的事儿了。钱市长和那帮副市长们，没有一个人敢见环保局的人，所以就把我推出来了。你说这是美差呀？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钱市长点你的名呢？简直是荣幸之至。李书记，情况是这样的，作业园区主排污管发生泄漏，一部分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了中江。经过紧张的抢修，目前已基本恢复正常，排污也基本达标。基本达标啊？啊？昨天晚上是泄漏啊，还是排污啊？你查了吗？你知道中江老百姓怎么说吗？你别给我来这套了，你赶快到找那个环保局找他局长、副局长，你一块儿到这儿查一查，昨天晚上谁排的污？查到以后重罚，把这个企业给我罚吐血了，不行。国际工业园发生的这种恶性事件不是第一次了吧？前年发生过一次，去年又发生过一次，你们叫我怎么向下游地区的老百姓交代呀？是的，国际工业园本来就是个垃圾园嘛。那你们为什么不尽早把这个垃圾园关掉呢？我们认为它是垃圾园，可是有些领导不这么认为啊，还把它作为政绩。这问题就开始复杂了啊！我们还是边吃边谈吧，边吃边谈。也好王局长、李局长，边吃边谈啊。这一次次污染，这还了得吗？你到下游看看去，这污染这么严重，下游的老百姓还活不活了？你还告诉我，抽样什么合格，什么水流什么达标，你那水样从哪找的？蒙我的你这！李书记，那我也讲真话吧，确实有些企业夜里偷偷排污，可就是抓不到证据，想罚也找不到主，把工业园的所有企业都给我罚了。好，我们一定对这个垃圾园严格监管。可是何市长，我敢声明一下啊，国际垃圾园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是你说的，发明权属于你本人，我可不能略你之美啊。霍市长也是开玩笑的嘛。这个玩笑就不要开了吧。国际工业园毕竟是我们第一个国家级的开发区，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以后的贡献是巨大的，它的历史地位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国际工业园目前发生的问题是管理上的问题，是你们的失职造成的。王局长，这不管是谁的失职，都不能容忍啊！我建议你们一定要一查到底，找省委省政府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这工作让我们怎么做？国际工业园区是谁一手抓起来的？大家心里都有数。工作难做啊。李书记，不行，我就辞职吧。你想辞就辞啊？你还是等市里来撤吧。你是这个那个的，这件事情不管是谁抓的，那也没让你往中江的水里排污啊。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生态文明阶段。国际工业园区的这种污染，就是对大自然的野蛮掠夺呀。它这个本身吃吧，你看菜都凉了啊，吃吧。凉了就算了吧，反正我们也吃不下了。我就一直不明白，你这么鼓动我们一追到底是什么意思？国际工业园是谁一手抓的，你清楚吗？我看你今天摆的这是鸿门宴吧？我说什么了？啊？吃面吧，吃完以后回去等候处理。
好，我终于解脱了。从我上任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我注定是一个替罪羊的下场。您批评我们这都对，可是这一切归根到底是谁造成的？他就没一点责任吗？李书记，我知道您看着这个烂摊子心里着急，拿我们这些小人物出气，我不怨你。这些年我是又怕这天来，又盼这天来，现在来了反倒轻松了。好了，李书记，谢谢您的面，我走了。阿尚，小李开车送他回家。哟，回来了。啊，女儿来电话了吗？来了，问你呢。满月里呢，哎呦，睡老不他俩一块儿。走吧。你不向李书记汇报了？还是先去省委。菜做的很熟啊！哎，毛巾往哪放呢？哦，来，给我。哦，对了，苏媛，嗯，女儿给我抄的那个国联网的网址。哦，在橱柜里呢。橱柜里。去看看。哪个橱？哦，这儿呢。苏媛。哎。这是什么？哦，这个呀，来，看看，这是别人送给你的礼品。送给我礼品？这个里面呀是100套西服。谁送的？红枫公司？怎么他来闹来了吧？没有，就送2箱西服来。送我干嘛？那你帮忙给推销一下呀。胡说呢，我怎么能帮忙推销呢？我成个体户了，那你卖去吧啊！沈小兰干的吧？就是打个电话跟他说说怎么回事啊？哎，不，这电话我不打，要打你打，你不是老大哥吗？那好吧。你可真打呀！这不是沈小兰他们的意思，那是老赵他们让送来的。老赵。露露。啊。这150套西装就交给你处理了啊！哎，动作要快，好，最好是明天早上，就想办法弄12000现金支票送到红枫服装公司去啊。好的，这事儿我会办好的。喂，东方啊，对，是我让人把这批礼物送给你的，2大箱，我还3大箱，比你多1箱呢。哎呀，红枫公司就这么个现状，你说怎么办呢？我们这些当领导的，总得想办法给他们化解缓和一下矛盾吧。哎，就算是我们给红枫公司的干部群众送点温暖吧。对，当前的关键是要稳定。哎呀，我们的麻烦事已经够多的了。哎，好，行，那就这样啊，好，再见。老赵，莲子羹快煮好了。对了，这批服装1分钱都不准赚，还有，不要做违反原则的事情，强买的。
好，放心吧。老李啊，我说这100套西服，你还真要买下来啊？跟你说话呢。哦。你看能不能这样，让你们市委办公厅买，这市委机关1人1套，多好啊！什么？好不好嘛？这市委机关1人发1套多好。素云呐，这不像你说的话呀。怎么了？市委机关，你行了，8000块钱决定了，已经买下来了，就买，别说了。8000块钱你都不在乎，我问你，你有几个8000块啊？这赵达公说话你就那么听啊？你瞧你这窝囊的，当市长的时候这么窝囊，当了市委书记还这么窝囊，你什么时候成头啊你？我说你苏云同志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就这么点小事儿，8000块钱买了就买了嘛，是吧？不管他是什么样的问题，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话又说回来了，达公同志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嘛，老领导，他有什么困难，我们是不是应该帮他呢？很好。丽娟，什么帮不帮的？我们家老赵你不是不知道，他心软，看不得老百姓犯难。不过啊，你们这次和洪峰这一闹，我可倒了霉了。他们送来3箱衣服，非得要老赵帮着卖，老赵哪有时间呀，是吧？还不是推给我啊？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喽。什么？你买？哎呦，这不太好吧？这就太麻烦你了。不过钱倒是不多，1套300元，150套就是45000元吧。哎，老赵说了，不让赚1分钱啊。你买过去之后，原价卖出就行了。好，那谢谢你啦。哦，不用不用，明天我自己去拿。好的，再见啊。哎。老赵，你还没睡呢？跟谁打电话？一个朋友，还不是为那些服装的事吗？啊，我还是这句话啊，违反原则的事绝对不要做。哎呀，你放心吧。药吃了没有？好，吃了。你先回去吧，甭等我了，一会儿自己打车回去。于印同志，陈书记，这么晚了还忙着呢。你不是也很忙吗？这么晚了还往省委跑啊？裴总书记给我打电话叫我过来一下，老领导嘛，想跟我聊聊。你不用跟我解释，我知道你这个人是很讲究程序的。我只是要提醒你，这个案子别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好，知道就好。老赵，你也没睡啊？哎呀，睡不着啊，你也一样吧？哎呀，这些日子中江污染，洪峰闹事，田壮达逃跑，哎呀，搞得我像在火炭上坐着一样。怎么样，觉得疼了吧？是疼啊，我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就得要承受这种疼。对，疼了还不能哭，不能叫，你还得笑。哎呀，你现在这种感受啊，我完全能够理解，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嘛。啊，可是我得跟你说句心里话，我把你扶上马，可以送上一程，
不能老是给你擦屁股。你这个好人是不能再当下去了。你必须记住，你就是这个省会城市的一把手。广州的同志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就跟我们联系了，等我们核实完后，他们立刻去抓人，可人已经跑了。这么说，又泄密了？是的，3天内2次泄密，这说明田壮达这个案子非常复杂，也很棘手，也许会涉及到中江市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有依据吗？到目前为止，除了市里的陈忠诚、李东方，还有省里的赵达公，加上我们反贪局的几个办案人员，其他没什么人知道田案的内情。那你想说明什么？你总不会认为达公和东方同志会卷进去吧？陈忠诚、李东方和赵达公，他们3个是什么关系？现在也不确认，也许会涉及到中江市相当一级的一批领导干部的利益，所以我认为这2次泄密非同寻常。那你的意思是？能不能省里派工作组进入中江市？洪峰闹事，田壮达逃跑，中江污染，这3件事啊，没有一件是好办的。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该判的判，该抓的抓，该治的治，3下5除2都能解决。可是这里面的牵连，有谁说得清啊？是啊，中国的很多事情被这种牵连搞得很复杂。这3件事从基层、中层到高层全部进去了，解决起来很难。当断则断，我呀就怕你心太软。东方啊，咱们在一起不是1天2天了，我完全了解你的个性。你呢遇事很周密，但是周密势必带来举棋不定，这可是从政的大忌呀。是您说的话我明白，我不是一个没有魄力的人，可是有时候这种魄力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如果当年不是我，孙大姐也……别，这事儿不提了，过去的事儿啊。哦，对了，你今天上哪儿去了？我找你1天了。钟书记把我叫到秀山去了，让我研究一下这个移民的问题。结果我去了，他人没有了。我们这位大老板呐，从来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要做什么事情，绝不会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这点倒是我们应该学学的。好了，我明白了。钟书记，你早点休息。好的。钟书记怎么说？这样吧，先不要急于插手，我们再看看。再看看。再看看。威风锣鼓了，要的就是这个威风的劲儿。老季啊，我说过了，这热馒头吸杂气啊，就是灵了。你问问，这会议室里还有呛鼻子的油漆味吗？我保证，赵省长和李书记啊，在这里待上半个小时，绝没有问题。这可是20袋面粉呢。糟蹋了，
糟蹋什么呀？啊，把这些馒头发给锣鼓队的吃嘛，这不又节省一笔开支？我再吃出点什么事儿来的？能吃出什么事儿啊？啊，另外你传出去不好听啊！啊，咱们为了领导的鼻子，就。那你说怎么办呢？啊，把这些馒头都弄去喂猪？那你，哎，这下行了吧？要死我先死，不是这个意思。老季呀，你现在是平岗镇的当家人，花钱不能大手大脚的。你平岗镇当真富得流油了？我说，你是平岗镇年轻的老书记的，这个镇的家底你还不知道吗？我说的不是这些馒头，资金。老季，你和全友能干什么呀？啊，见了我除了要钱还是要钱，就不能自己配置资源吗？我盖这座大楼的时候，没向上边要1分钱。记住，同志，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啊，就要出政绩。这座大楼不但是我的政绩，也是你和全友的脸面呐。哟，你可别提我和全友，这幢大楼啊，主要是你们上届班子的政绩，我和全友啊，可不敢贪天之功。你们知道就好啊！啊，我在这里干了4年呢，没日没夜的操劳，给你们打下了这么好的基础，以后腾飞啊，就看你和全友的了啊！喂，季务顺。哟，王秘书，哎呀，省市领导让我代表他们向平岗镇的父老乡亲们表示热烈祝贺。早知道这样，你说咱们还给锣鼓手打什么白条子？你说不是？那我们这几天准白忙活了？没白忙活，省市领导不来，我们自己捡嘛。一共扎了5个彩球呢。那好办呢，我捡2个，你捡2个，老季捡1个，走，现在就出去，都给我高兴起来啊！别哭丧着脸。不是，黄院长，我就琢磨，是不是赵省长和李书记对我们有没有意见呢？就是啊，哎呀，谁知道呢？我在这儿当书记的时候，连省委中书记都来过，赵省长和李书记就更不用说了，一请就到啊。这次真是有点怪了。好，不说了啊，都给我笑啊！别在群众面前露怯。放鞭炮。李书记，情况基本上摸清了，这次污染的后果相当严重，商阳县全境，清湖市部分乡镇已经喝不上水了。预计这种情况还得持续1周左右。除了部分值班的车以外，大部分消防车已经派去送水了。农业的损失情况报上来了吗？光平岗镇花溪村报上来的损失就已经超过150万。钱市长知道吗？我们找不到钱市长，他昨天一直在开时代大道的论证会，也不知道在哪儿开，据说今天还得再开一点。这个钱市长怎么像搞地下工作似的？今天会议地点也不知道。不知道，没定地点，说是临时通知。你当市长那会儿能跟赵省长这么捉迷藏吗？哎，你听说过没有？钱市长在省经委的时候就是有名的2大干部。哪2大干部？大牛逼，
大滑头，是部委局办，没有人不知道。你以后不要在背后说领导干部啊。我是李东方啊，钟书记啊，钟书记，我知道，你怎么你在秀山？昨天我去晚了，我马上去，好，我到秀山去，你呢找一下工业园的方主任，你跟他说一下，昨天的事情随他过去了啊，让他大胆的把工作抓起来。还有，你找一下钱市长。石榴污染这么严重的市长躲哪儿去啊？躲到天上也给我找出来。好的。秀堂，你看你们这里是不是有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境啊？总书记，作为生存环境来说，可不美妙呢。降水量本来就少，又没保护好植被，土地都沙化了，让老百姓怎么活呀？要根本解决秀山的问题，非移民不可。树挪死，人挪活嘛。是。钟书记，李书记到了。这次不能再出现倒流现象了，一定要牵得动，安得稳，争取在3年以内，彻底改变秀山山区3万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是，钟书记，我们一定按您和省委的指示办。李书记和市委、市政府对这个工作也一直都很重视。东方，对秀山的移民工作，你们真的很重视吗？我不来，恐怕你们也不会来吧？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当时你带着突击队在工地上干了7天7夜，我跟你握手的时候，手上的老茧扎人。当时我就想，这是一个真正实干的同志。可是现在我问你，那个满手老茧的小伙子还在吗？现在不要回答我，把这个问题搁在心上，经常问问自己。我记得我在中江主持工作的时候，你就是副市长了吧？而且是最年轻的一个，对吧？是，现在不行了，老了，45了。老什么？45到60，还有15年好干。3个5年计划嘛。这15年里头你干什么？你有你的思路，我不干涉。可是有一点，一定要在前3年下大决心解决秀山的移民问题。我们都在这里工作过，这里养育过我们，就是再忙也别把它忽略了。如果由于你的一意孤行，造成秀川百姓的流离失所，你以后还有什么脸回来？不要老喊着干大事出政绩。什么是大事啊？民计民生就是大事。什么是政绩啊？造福一方百姓就是最好的政绩。您在中江主持工作的时候，就一心努力的想把秀山的问题解决。我和完兴交换过意见，我们2个也会努力的。是啊，这就好。东方啊，你要知道，这可是我的一块心病啊！不把秀山的问题解决好，我死不瞑目。哎，繁星怎么没来？他在家里开办公会，研究时代大道的规划方案。这时代大道，当年在钟书记主持中江市委工作的时候呢，也规划过，但是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
没能够上马。邵副省长主持中江市委工作的时候呢，当时因为一门心思搞新区，所以时代大道也只能是纸上谈兵。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啊，我们肩上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就是齐心协力克服困难，一举实现钟民仁书记的历史心愿，确立我们中江市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地位。怎么样？先生，哎，要说实话啊，钟书记当年的规划已经落后了，我们的新规划可以保证在新世纪30年至50年不落后。这话不要再说了，传到钟书记耳朵里不好啊！哎，好像已经传到钟书记耳朵里了。据说钟书记不太高兴。江山江北住着，一个省委一个市委，好话坏话都传得快嘛。就怕有人添油加醋，要是那样，麻烦就大了。这个大家也不用怕。钟书记的作风，那我知道，他就喜欢干实事、干大事的人。我跟钟书记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吗？啊？那不一定。上时代大道是好事，有条件一定要上。可是我也给你们提个醒，摊子不要铺得太大，也不要瞎吹几十年不落后。你们说不落后就不落后了？这决策的依据在哪里啊？摊子铺大了以后，资金有没有保证啊？切记民力不可使过头，要量力而行。是。老乡啊，这军大衣是救济来的吧？啊，是去年秋天救济的，每家都有一件，过冬嘛。哎，这里边的棉花呢，过冬以后换酒喝了。嘿嘿，换了一瓶高粱土烧，换亏了。那前头的老李，他换了2瓶。哎，老同志，你们是不是跟我们来发救济的？我们不是来发救济的。哎呀，老同志，别忙我了。每年的村上都要发救济的。你看我们这穷的，连吃饭的筷子都没有一双。你看这孩子，这孩子要吃啊。你们看看，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我真没想到。东方，我看今年的移民速度还要加快，力度还要加大。你看是不是能从1万增加到2万啊？我们争取吧。老乡，不能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啊！嗨，这人多啊，领救济才不会吃亏呢。秀堂啊，你看看，你们的工作思路有问题吗？钟书记，您说怎么办呢？总不能把这些超生的人口都饿死吧？小朋友啊，长大以后干什么？吃救济。您是不是饿了，需要吃点东西啊？我看您累了，咱们前面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吧，好吧？啊，停一下前面。东方，我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跑了一趟秀山也没走多少路，怎么就累成这样？谁说的？我们连续跑了3个点，我都有点受不了了。你看，真是不错，你身体。你别安慰我。今天跑了一跑，这心里觉得，嗨，怎么得了啊？那么大点孩子，他就知道，
长大以后要吃救济。看来我们不但要搞好移民工作，还要重塑他们的精神呢。当年秀山可是汴西古王国的发迹地呀。秀山祖先金戈铁马下洛阳的精神到哪里去了？要把它找回来。是，您说的没错。我们想重建环境的话，首先要重建精神。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些人当官当久了，多少有点萎靡不振，要有点新鲜事物冲击一下。听说你把家国调了起来。市长助理已经报到了。你坚持用家国，我不反对。可是我要把丑话说在前头，千万不要让这个杨博士牵着鼻子走。这里是中国的中疆，要提醒这位博士，别忘了中国国情。是，这个我们会把握好这个分寸的。达公同志在家国任命这个问题上没有提反对意见吧？他为什么要反对啊？避嫌嘛。达公同志主持中江市工作的时候，我曾经提议让家国同志做中江市政府秘书长，达公同志坚决反对啊。他很有原则性嘛。是，他也很有魄力。对，你身上缺的就是魄力。所以我才把樊兴同志从省经委调来跟你搭班子，现在可以给你透个底。让你做中江市委书记，我是有点担心的。做副手你能摆正位置，做一把手行不行啊？达公同志极力推荐你，说你行，在省常委会上为你唱了1个多小时的赞歌。还有这事啊？你装什么糊涂啊？你跟达公同志关系谁不知道？是我跟达公同志关系是不错，可是我没给达公同志唱过赞歌。中组部找我谈意见的时候，我实事求是说的嘛。你那么敏感干什么？不是敏感，该唱赞歌的时候就是要唱。可不是吗？已经60了。我让你跟着我一点，你为什么不跟着我呢？我已经跟你10几年了。好了，大家都很累了啊，歇会儿吧。现在我们请赵省长给我们做指示啊。谈不上什么指示啊，谈不上指示，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嘛，咱们没有必要摆什么领导架子，是不是老马？对。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是刚刚进中江市委。对，您当时主管文教卫。是啊，您是中江市的老领导了。这首歌写得好啊！哎，老马，我记得第一个唱这首歌的好像就是你啊。对。是我呀，这首歌呀，一直是我们的压轴曲目，所以我们才把老马请回来，这也是对老一代创业者的一种回忆和纪念吧。好啊，不过光回忆过去还不够，我们还要展望未来啊！青年是未来的希望嘛，所以我建议啊，年轻的同志要多听听这首歌，多唱唱这首歌。从中吸取养分，啊，这个哎，那个小刘啊，叫刘江的来了没有？在那儿。哎，来了。哟，你这个音乐学院高材生怎么打起锣来了？你在春节晚会上唱的那个叫小白杨是吧？啊，唱得很不错的。哎，怎么样？这个号子你敢不敢唱啊？看吧，气短了吧？
越是这样越需要锻炼。我看就这么定了，这个号子就由你来唱。老马，对这帮小青年要多捶打捶打，磨练磨练啊！咱们这帮老家伙不能老是护着他们，你说呢？对对。好，那就这么定了啊！刘家，这首歌一定要唱好，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多向老马请教请教。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成功有奖，失败要罚。我可是要来检查的哦。是，赵省长，保证完成任务。好。还有个活动，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帮你啊。赵省长，您真棒！兵不血刃啊，就缴了马老头的枪。就你会机灵。哎，干嘛呢你？我说的话你没听着啊？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就这些水果点心，从哪买的都给我退到哪儿去。谁知道时候谁给我掏这个钱？哎，算了，大钱都花了，你老计较这些小钱干什么呀？另外这些同志也太辛苦了，没工资也没加班费，不行，大家就分分吃算了。谁不辛苦啊？谁拿到工资和加班费了？啊？你跟我吵什么？你忘了谁是一把手了？等会儿，反正这日子也不过了，大家都别过。我告诉你，你这样多吃多占，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刘全友，我不是又批评你啊，你这个位置总是摆不正。哎，就拿今天剪彩来说吧，我一把手捡1个球，你就敢捡2个球啊？你也敢捡？当时花县长在这儿，我是考虑到班子团结，我不跟你计较啊。你的好也不谦虚，小剪子居然敢往前伸，我只想一剪子把你手指头给剪下来。那是花县长的指示，是他说的，他捡2个球，我捡2个球，你捡。这烟味儿不错。哼，不花钱的烟都不错。哎呀，全友，行了，你也别闹情绪了。咱俩以后啊，就这样，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好不好？来，你过来，离近点，你别跟那国共谈判似的。坐这里。你以后把农民蹲炕头的作风改，你把烟头给我捡起来。明天写个牌子，随地扔烟头罚款5块。你这次就算了。季书记，既然是研究工作的话，那我就跟你谈点心里话。咱以后可不能再听那花县长他胡咧咧了，那家伙他是坑死人不偿命啊！你说他都干什么事儿吧？4年他欠下了几千万，让咱俩来拉计划，他就这样，他还敢请赵省长、李书记来剪彩？你说是？所以呀，咱们得一致对外。你想剪彩，不花2万吗？你给我报3万5，找花院长签字去，让他批。哎，你这还有今天的《时代新报》吗？有，你要我马上跟你联系，走，我给你打电话联系一下。哎，你马上帮我联系。你听说了没有？今天的报纸上有大奖。嗨，哪有这么好的事儿？那都是骗你去买报纸。我刚才看见了，都一捆一捆的买，这不回家拿钱去了？那我得去看看，还有什么大奖？哎，老三，哎，三弟，来，听我跟你说，咱不卖，咱不买这报吗？你想买报纸啊？有多少要多少。我还不卖了，我呀要把这些报纸赠送给那些想看报纸的人看，看看这中江市究竟发生了什么。中江市没有公道，可这世上有公道。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是？哎，想看一下啊！为什么在法治时代打不赢你想要去做闹事啊？干什么？在这中江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啊？
你去把分报纸。红枫服装公司的案子，中院不是已经判了吗？是。他们要是不服判，完全可以向省高院提出申诉。这样不顾影响的一闹再闹，有完没完了？我这样苦口婆心的跟他们谈话啊，还和东方同志一起帮他们推销西服，他们居然登出这样的文章，什么意思嘛？赵省长，这里面有阴谋，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我们中江的小动作，想在关键的时候捅您的刀子。把《时代新报》复印分给钟书记，就说我请他看看那篇文章。啊，王书记，你能不能把手上这张报纸给我？我马上送过去。怎么，就那么一份报纸啊？这张报纸啊，还是我花了10块钱的高价才买到的。中江市委啊，把机关干部都派到街上收报纸去了。嗯，哼，中江某些领导同志怎么了？嗯，怎么这么害怕新闻监督啊？人家记者讲的对，你就改正；讲错了，让他们公开道歉，赔偿名誉损失嘛。啊，你去复印一份吧，复印件留下来，我再好好研究研究。哎呀，一篇小小的文章，让这么多的高级干部坐不住了。哼，怎么回事啊？又是冷枪案件，就看不到我们干点实事。好，赵省长，好在这件事我们处理的及时。《时代新报》在中江的零售销量不会超过1000份，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回了700多份，消极影响不会太大。另外，赵省长，沈小兰作为党总支书记兼总经理，这么不听招呼，我觉得应该给他做出相应的处理。还有那个记者，我也认为已经不合适待在这样的岗位上。记者的事儿让他们总编去管，我们就管总编。谁让他们这么干的？钟诚同志下的命令，机关没有事的干部都要上街去收购报纸。谁给他这个权利了？老百姓怎么看我？去把陈忠诚给我叫来，快啊！哎，这篇文章作者是谁？哦，中江日报社的女记者沈小阳，是红枫公司沈小兰的妹妹。姐，怎么样？头版头条。不过有个新情况啊，我要跟你说一说的。什么呀？赵副省长最近态度有所转变，他不像以前那么强硬了。他和李书记啊，还帮我们推销了250套服装。你说我们这么写人家，是不是太强硬了点啊？嗨，你呀，就是心太软，这只能说明他们心虚了。你给我好好坐下来，咱们俩仔细商量这个事儿。哎呦，我的姐姐，我商量什么呀？我还有事儿呢，我得去平岗镇。那好，你去吧。哎，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代表我们全体干部和职工对你表示感谢啊！别说的那么隆重，我是记者呀，我只不过说了几句公道话，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时的感情冲动什么的啊。你看，又没正经了。哎，你去平岗镇干什么？我采访陈兔子呀。哎，姐，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真想感谢感谢我啊？你什么意思你？那给你们家季书记打一电话，让他给我们报社赞助点兔子什么的，好吧？哎呀，你呀，你就别去坑你姐夫了。你看他们那儿都穷成什么样了呢？哎，到真格的就不行了吧？妹妹就是不如老公亲，什么也别说了。得了吧你！请问沈小兰住这儿吗？我是。您是啊？我是赵省长叫我送钱来的。好，你不用再跟我解释了。出现了这些问题，你要动脑子好好想一想。坐吧。沈小阳的文章我看过了，当然有些问题需要核实。但是红枫公司的官司，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沈小阳的文章一再提司法公正、社会公正问题，我看提得很好。依法办事是对的。不以前代法也没错，可是我们的法官有法不依呢。李书记，有件事情我必须汇报一下。
沈小杨是红枫公司经理沈小兰的亲妹妹，所以她的文章不可全信。我觉得应该让报社把沈小杨调离记者岗位，还有那个沈小兰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处理。这样做不对，以后谁还敢说话？收购报纸你就欠妥当，那么多人上大街大张旗鼓收购报纸，在群众当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想过吗？收报纸的事儿，我是请示过达公同志的。那你请示过我吗？我们的确请示过很多次，可就是一直没有人理我们。刘经理，真的，我们真不是冲着赵副省长去的，我们是冲着这场窝囊的官司。可李娟，她一直打着赵副省长的旗号，叫我们有理没处说呀。你说我们怎么办？当初这李娟确实是我们家老赵说的典型。不过你们这官司嘛，该怎么申诉怎么申诉。老赵说了，一定要依法办事儿。老赵还让我告诉你们，无论什么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你们没有这个特权，李娟也没有这个特权。好了，赵副省长的意思我都传达了。那就再见啊！好，再见。哎，哦，另外啊，你记住，李娟是李娟，她与赵副省长与我们家毫无关系。你们可不要轻信那些别有用心的谣言哦。再见啊！啊，走好。都说周玉英是裴松书记的老部下了，他到我们中江来当副检察长，抓反贪，是来者不善。显然是想把中江的干部一个个搞倒，闹一场政治地震。同志，这话不能听。一个人只要行得正，是不会给搞倒的，除非自己把自己给搞倒。周英同志，他坚持原则，我们应该支持他，不然就是我们自己自身不干净，怕反贪反到自己头上。很明显，田壮达早有准备。这3个亿是分6次从中江账户上转出去的，先是在国内的几个地方转了转，最后转到了香港一家公司。这家香港公司是谁开的？名义上是中江市政府驻香港办事处开的，但实际上是田壮达的情人叫程珍珠，他把持着。程珍珠，什么人？原来是市府机关干部，2年前移居到了香港，是陈忠诚特批的。所以我觉得咱们有必要查清楚陈忠诚跟此案的关系，起码是他特批的内幕。话是这么说呀，可是李书记，你就能肯定周玉英是坚持原则的？难道他的所作所为就没有自己的政治利益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在搞政绩工程啊，是想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戴。对，中诚同志，话不能这么说。啊，哦，我知道了。好。李书记，周玉英是王培松的人，而王培松又是赵达公同志的竞争对手，他急不可耐的要插手田壮达这个案子，难道就没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吗？我们的目的不仅是特批的内幕，洪峰的官司也值得我们注意。你好好看看今天的《时代新报》，也许会对我们办案有启示作用。司法不公正必然涉及腐败，这也许是个突破口。陈忠诚为什么会去收报纸？这里面有什么文章啊？老书记，我建议您，要不您跟陈忠诚谈谈？在没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我怎么和他谈呢？能谈出什么结果？我敢说，只要王培松插手这个案子，我们中江市就是没事都会整出一大堆事儿来。好了，中诚同志，不要无端猜疑自己的同志。
但愿我是小人之心吧。玉英啊，你心里要有数。中江的情况错综复杂，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陈忠诚。陈忠诚上面有李东方，有赵达公，都身居高位，他们两个与这个案子有多大关系，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必须要稳妥，既要一抓到底，又要做成铁案，稍有疏忽，都有可能引起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呐。我明白，正是因为有这种复杂的关系，所以田壮达的案子调查起来很困难，会是什么结果也很难说。结果只有一个，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已经通知周玉英同志了，让他把田壮达这个案子一查到底，查得水落石出，不管遇到什么阻力。好的，我马上去办。不过李书记，这个事咱们是不是要请示一下达公同志？可以，你可以直接向我汇报，不过一定要注意保密，千万别忘了，陈忠诚当了多年公安局长，又是主管政法口的市委常委，他如果真卷进去了，你的处境会很困难。这些我都想到了。现在的关键是拿到确凿的证据。你放心吧。我给你打几天。东方啊，你要不要想的太多了？田壮达的任用是经过组织考察，市委常委集体讨论研究决定的。谁想利用田壮达做文章，也没那么容易。那这个账我们还是要认。3年了，在3年里，市投资公司2套班子都垮了，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啊？唉，田壮达这个案件啊，估计又是连连扯扯一大串，这一个个不是都从我们手里提起来的吗？行啊，就这样一天到晚抓人吧，把下岗工人情绪煽动起来，那就更热闹了。哎，算了算了，我这是在老伙计面前说说气话。大老远的跑回国跟我离婚，你累不累啊？没你累，又想升官又想发财，机关算尽了吧？那是，我的脑子你不清楚啊。游刃有余啊，想赚钱贷款了50万，赚了5个亿，想当官还真让我当上了副市长。哎，我给你纠正一下啊，是市长助理。哎，你都当助理了，还让我坐出租车呀？那是跟赵省长学的，绝不以权谋私。贺助理，你不是想沽名钓誉吧？别一口一个助理助理好不好？啊，你那么爱国，不了解中国国情啊？在中国呀，哼，只有姓傅的，在称呼上没有副职。官瘾这么大，贺助理啊？那是啊，连做梦都想当官。来，上车。我看你现在就在梦里边，也许啊，还是一场噩梦。啊，上车上车。你像守钱柜这种岗位，田壮达这种人以后的坚决不能用。用人问题上，我们还是要谨慎。东方啊，你不用开拓性的干部，局面怎么打开啊？也不能因噎废食啊。你自己心里也清楚，钟书记到现在对你还有保留看法。所以呢，你再难也要把证据抓出来。时代大道，要尽快的上，要作为你们这届班子政绩工程来抓。你想想看，在钟书记和我手上没完成的事情，你干成了，这不说明你李东方并不比任何人差吗？是不是？钟书记再三警告我，民力不能使用过度，时代大道可以上，但摊子不能铺得过大。那么钟书记抓移民，是不是在抓自己的历史形象？
东方啊，你不要犯傻了。时代大道，该怎么上就怎么上，只要干成了，钟书记照样会认账的。钟书记认账了，老百姓认不认账？贺家国呀，你就是削尖了脑袋也别想爬到我老爸现在的位置上。你呀，就算是不去美国，也别当什么市长助理，真的。你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料，这会引起官愤。哎，引起官愤倒不怕，就怕引起民愤啊！太天真了吧？我给你打个赌。好。明年的今天，你如果还在现在这个位置上，我就立刻飞过来跟你复婚。为了不跟你复婚啊，我就主动辞职。国际工业园的污染问题，那就是个头疼的事儿。就是因为国际工业园这项工程是钟书记当年抓的政绩工程，谁也不敢碰。要我说，还不如早点关掉。哎，这个钉子你可千万不能碰啊！国际公园开着是有不少麻烦，可是也有不少好处啊。一块稳固的税源，还能养活几万个人。咱们说句私心的话吧，就是要去碰这个硬钉子，你让下游的市委书记去碰它，啊，让他们提出要求官员。有些话该说的我还是要说的，还是要说。我不瞒你说吧，在到省里来工作之前，有段时间北京想调我当时就动了个念头，只要北京那边调令一下来，我这边马上宣布关闭国际工业园，得罪大老板我也不怕。哼，可是结果还是到了省里，还得看大老板的脸色。其实啊，这个账啊不能算在钟书记一个人身上，我们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当时确实都支持过这件事情。是啊，我们都支持过。可是钟书记临调到省里之前，还拍板上了个电镀城，引进了那么多的垃圾企业，才造成今天这样被动的局面吗？当初决策上工业园这个没错的，就是后来把一些污染的电镀企业引进工业园，这个有点问题。好，于云同志。陈书记，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汇报了。啊，田壮达案子中的3亿资金的流失过程已经查清了，我是驻香港办事处的程珍珠起了很大作用。我说于禁同志，怎么成天都是工作呢？啊，脑袋就不能放松一下？我说于禁同志。从省里调到我们中江来，快半年了吧？哪儿啊？6个月零10天了。老孙牺牲有3年了吧？3年零2个月。啊，真是的，都记得那么清楚。于云同志，我对你的关心不够啊。老孙是牺牲在反腐败第一线的，当时那个案子的侦破工作，我也参与了。那个制造车祸杀害老孙的凶手，还是我们中江公安局抓到的。陈书记，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于英啊，你现在也算是我的部下了，你的生活问题我也得关心关心。老孙都牺牲3年多了，你也不能一个人总是这么生活下去，这对你的心态
心理、生活都会产生影响。我今天来，想跟你介绍一个人，你可能都认识，就是我们公安局的李副局长。叫什么了？李志明是吧？李副局长的爱人去年病逝了，他也是我的老部下了，我很了解他。陈书记，谢谢你的好意，我现在还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老孙还活着，他那双眼睛天天在盯着我，让我不敢怠慢。我们还是汇报工作吧。玉英同志，你这个人真是，行，继续说吧。现已查明，程珍珠是田壮达的情人。我是驻香港办事处，在程珍珠抵港后发生了许多怪事。首先，财务陷入混乱，有许多事情值得怀疑。去赵省长家。肯定是慧珠小姐回来了，我去开门。哟，怎么是你呀？你跑来有什么事吗？赵省长让我来的，有点急事。他要不在就算了，我回头再来。哎，别走啊！回头老赵又要批评我了。你麻痹。阿丽啊，把那芹菜摘一下啊。好。家伙，把阿辉接回来了。回来。来，里面坐。哟，阿辉啊。哟，你们都在啊？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一见面就开这种玩笑啊！美国脾气越来越大了。大瓜，赵夫人，赵省长回来让他打我手机，我随时听他的招呼。好啊，再见啊。大瓜，好，再见啊。阿辉啊，你可别这么客气，什么回来的是时候不是时候的，我这个家呀，随时欢迎你回来。这是我的家，别人欢不欢迎跟我有什么关系？作为这个家的女主人，我可不会像国外那些父母那样，不让成人的孩子往家里住。家姑，你说是不是？啊，是啊，怎么开起辩论会来了？要不要我当裁判啊？哎，家姑，不管怎么样，你得常来，我可是最欢迎你的啊。好。阿丽，把行李拿我房间去。好的。阿慧，我也该走了。手头上事儿太多了，改天再给你接风好吗？我又没留你，请便。哎呀，家伯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连顿饭都不陪阿慧吃，太薄情了吧？是，我的错啊。我走了。好，那慢走啊。哎，走了，阿慧。
谢。不用谢，不用谢，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您甭客气。行了，握下就行了，还俩手都上来了，这。你也别搞那么亲切，你跟我说你到底干什么来了？我采访陈厂长啊，怎么了？你是来采访陈兔子，还来抓兔子来了？哎呦，姐夫，季书记火眼金睛，那我就跟你汇报一下，请多支持啊。我是想吧，我顺便弄点兔肉，给我们报社，要过节了，我们报社想弄点福利。又过什么节啊？中江日报成立50周年，这都不知道啊？你们报社搞纪念日，搞福利发东西，我们春节怎么过都不知道了。嗨，我们镇上就这么一个赚钱的买卖，你们还老盯着。行了，免开尊口啊。姐夫，你看你吓成这样，我说过让你们无偿赞助了吗？我这是帮你们促销呢。啊，那你说说。哎，你想啊，我把陈厂长一采访，影响多大呀？效果比广告好，而且我还不要你们广告费，版面费我也不让你们付，好吧？我就要半吨兔肉2抵销，这广告样品就行了。行了，你别跟我来这套了，我听明白了，我们广告不做啊。半吨兔子肉你知不知道多少钱啊？陈兔子是不是得4、5千？对，这4、5千我们能干多少事啊？我现在穷的跟疯狗似的，见谁都想咬2口，你还上我这儿来拔毛来了？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你看。赶紧下班，同志们就加班。你别跟我拉扯的。就你那又黑又土的样，你还敢自称天鹅呀？谦虚点吧，同志，我姐夫跟你离婚就算便宜你了。你这看着还不错。如果把这4台老街再一拆的话，那就更气派了。国际工业园的污染问题你考虑过没有啊？老百姓现在骂得很厉害。这个我知道，我已经处理了。我派了30多台车给沙洋清湖送水，已经送了3天了，我估计还得再送2天。污染问题这次我们必须得解决。大班长，这事我们下一步再谈。我们今天主要谈时代大道。我今天请您来就是给您汇报的，您听我把话说完。你的刮胡刀在哪儿？啊，洗手间。哦，我一会儿去给科技大学的那个新教学楼剪彩。那这样我抓紧时间说吧啊。这时代大道的新规划和当年钟书记的老规划相比，主要有以下3点区别。其指导思想就是4个超前。我在前天的市长专题办公会上，我跟他们说了，我说这时代大道不仅是我们这一届领导班子的政绩工程，也是为了实现钟书记当年的历史心愿，所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你要是失败了呢？我可以负全责。你用什么负责？我可以反问你一句吗？如果换了你用什么负责呢？用科学。投资预算暂定为22个亿。多少？22个亿，怎么了？范兴啊，你想过咱们市现在的经济情况吗？22个亿从哪儿出？市属企业2/3发不出工资来，下岗职工近20万。现在马上要进行秀山移民，第一批移民有2万多人，这些你都得考虑啊。大班长，这个我都想过了，咱们可以把政策用活一点嘛。这政策用活了，资金也就来了。有些事情看起来是负担，其实那也是钱呢。哎，就说移民问题，这钟书记一手抓的，我问过曾市长了，这省里2000万马上就进账了。灵活一点，把钱先用起来，这就叫拆东墙补西墙。只要墙不倒，你拆来拆去，墙倒了呢？墙倒了不说，砸了人呢？即使是墙倒了，也不会砸到你我身上。只要我们1不贪污进腰包，2不盖楼堂馆所，3不搞金融投机，我们搞的是基础建设。到时候要处分就处分我不怕。处分你说破天，这事儿我不能赞成。李书记，这可是当初您叫我研究的呀，这是我们这边政府的一套设想，那你要觉得不合适，那就放弃。我说过放弃吗？我不在跟你交换意见吗？在时代大道的规划论证没有出来之前，你不顾一切的上马，别说我不同意啊，钟书记也不会赞成你把时代大道工程摊子铺这么大呀。钟书记有这意思？这时代大道可是钟书记支持的呀。是，所以你好好考虑考虑啊，我得走了。
首长怎么还不回来呀？咱别等了，快吃吧。他不定在那花天酒地呢。因为我们老李像你贺总啊，整天花天酒地的。哎，不是贺总啊，是贺助理。哼哼，这么说，是正式来拍马屁的？我可从来不拍马屁的。首长什么时候吃过我拍的马屁？哼，我是来忧国忧民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呀。哎呀，你看，家国他又走了，真是。新官上任，忙呗。这个小官僚，说好在家一起吃顿晚饭呢。算了吧，就算他人在这儿，他心也不在这儿了。这么说，这次你们是非离不可了啊？解放他，也解放我自己。阿慧啊，你是不是再慎重考虑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不能太草率了呀。家国现在已经是市长助理了，他当不当市长助理，跟我离不离婚有什么关系啊？阿慧，你是个聪明人，你想想看，面对着中江突然冒出来这一大摊子麻烦事儿，爸该怎么做啊？尤其是正处在这种人事变动的关键时刻。所以我的意见呢，最好你们能先维持一下目前的婚姻状况。要知道，家国去的不是别的地方，是中江，将直接面对这一大摊子麻烦事儿。再说家国的背景也比较特殊，既是我的女婿，又是东方同志最器重的部下，而且跟省委周明仁书记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关系。这我不管，爸，我跟家国的婚姻呢，过去是政治婚姻，现在都成死亡婚姻了，总这么拖着，大家都挺痛苦的。阿慧啊，我知道这些年一直觉得自己受了很多委屈，可是平心而论，家国这个小伙子还是很不错的呀。你们之间的问题啊，主要是两个人都太要强。说心里话，我不希望你们离婚，那是因为我的确非常喜欢他，我相信你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面子上下不来，是不是？当然，我不否认，这里面也有我为自己事业考虑的因素。阿慧，你想过没有，爸爸是什么年纪了？这次人事变动很可能就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能不能替爸爸想想啊？爸，你是想让家国当棋子摆在中江？起码不要在这个时候成为我的对立面吧。这次危机真的这么严重？当然，这谈不到什么政治危机，不过已经有了一些不好的征兆。你想，我在中江当了8年市委书记，很多的麻烦事都是发生在我的任上，我总得有个交代吧。老赵，阿慧，吃饭了。来，吃吧，多吃点，多吃点。来，快吃菜。听说你要从美国回来啊，我3天以前就开始准备了，叫保姆啊买了很多菜呢，快吃，吃吧。多吃点，外头吃不着的。你自己吃啊？这都是别人送的吧？哎呦，哪能呢？你爸爸呀廉政着呢，连一根草棒都不让我们收的。草棒可以不收啊，不过可以多收点美金啊、英镑什么的。哎，吃吧。哎，露露，阿慧呀，你给我好好改改你这种美国脾气好不好？刘露露再不顺眼也是你妈呀。爸，我把
把这话搁这儿了，你哪天非栽在他手上不可。好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啊。爸，阿辉，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跟家国的事吧。怎么样？要不要我再找他好好谈谈？不用爸，你别费心了，他这存心躲着我。现在我们中江市是积重难返啊！哼，我那个钟叔叔做市委书记的时候，拉下了国际工业园这堆臭屎，一臭就是15年，一直臭到今天。哎，我那位岳父大人呢，也拉了一堆中江新区的臭屎，大姐不是开玩笑，耗了300个亿呀！据说这都叫政绩。行了，你把嘴闭上吧啊！少施原则的话。钟书记和赵省长在中江干得怎么样？历史自有评价啊！不客气说，轮不到你何家国评价。啊，是。这家伙得，离老远听见了。好。安丽啊。哎。来，把这些全收了，马上有客人要来。好的。阿姨还没吃呢。那你给他煎点菜吧，回头送上去啊。喂，钟成啊，你过来吧。乐乐，算了，哎呀，都是一家人，总是要磕磕碰碰的嘛，啊，来。老赵，他到底什么意思啊？就这么容不得我吗？哪次从美国回来都要找事儿。进门的时候已经闹过一次。好了，先吃饭啊。贺家国和他离婚，他别把气撒在我身上啊。那你就多谅解他嘛。非常时期，他的心里不好受。我的心里就好受啊！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他一直想把我从这个家赶出去。当着你的面都这样，背地里更猖狂。我在这个家里面还有什么地位？老赵，今天你得给我一个说法。别吵了，你们大家都替我想想好不好？我已经够难的了。大国，你是看人挑担不吃力是吧？这15年前谁有经验啊？别说我们这儿了，就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不也同样犯了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错误吗？这大话好说，事儿难做啊！以后我不希望看到你发表什么高谈阔论。还有，马上上任了。你们副市级每个人手里都有点儿，你也抓个点儿，去平岗镇吧，好吧？把根扎到基层，这样呢不至于头脑发热，身子也不会飘起来。李书记，你还是跟我换个地方吧。为什么？那是我父亲当年自杀的地方。那你更应该去了，去看看陈福田老汉。那倔老头文革的时候把你父亲和钟书记在他那儿藏了3个月，钟书记到现在念念不忘。我明白了。我就是不明白，按理说
周玉英应该首先向我汇报，可是他总是往王培松那儿跑。赵省长，种种迹象表明，王培松是要向您下手了，想在这关键的时候触您的洋相，看我们中江的笑话。王培松是省纪委书记，该汇报的当然要向他汇报啊。可不能老这么失控啊！你看，是不是要对周玉英上点手段？上点手段？上什么手段？以防万一，对周玉英实行24小时监控。你疯了你，仲哲！对反贪局长搞24小时监控，那王培松知道还得了？不要说我们做贼心虚吗？你呀，真是越来越糊涂了。我看你啊，给我少喝点酒，少喝点酒。赵省长，都这个时候了，中江真的不能给你再添乱了。田壮达这个案子可能会涉及到中江的一些干部的，所以啊，有的人就是希望让他溜，对不对？既然他已经溜了，案子可以先挂起来。挂起来？你也希望把案子先挂起来？赵省长，我只是为您考虑。好了好了，不要搞这种无原则的拍马屁了。田壮达该怎么抓你就怎么去抓，这个混账把我害苦了，就枪毙他10次8次，我也不解恨。哎，我警告你啊，要是由于你的不利造成田壮达逃跑，饶不了你。赵省长，你呀，你真是越来越糊涂了啊！你以为把田壮达的案子挂一挂，就不给我添麻烦了啊？还有，周玉英那里不要做任何动作，这只能给我惹乱。好了好了好了，你先走吧走吧走吧。哎，这月黑风高夜，正是送礼的好时候。行了，你们快走吧。啊，好，那走。家国啊，这些天我天天在盼着省里的任职报告啊，我就怕钟书记和赵省长突然变卦，让你做不成那个市长助理。这孩子别闹了，你爸爸他正忙着呢啊。跟你何家伯叔叔在谈话，谈正事儿呢。来了好啊，只要你给老百姓办点实事儿，哪怕出点格，市委不会追究啊，最好别出格。那好啊，咱一言为定啊，就请您和市委大胆的放手吧。不过你还得聪明点啊，别时不时扯我这个破旗啊，到什么事儿都让我表态，这个你意思你懂不懂？行，我知道了，我明天一定让他给你打电话，好不好？你放心，如果我惹了麻烦，我担当，不让你这一把手为难。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挥泪斩马谡，借我的脑袋祭旗，以平官分。我该用你脑袋平官分的时候我会用的，该把李东方往里填的时候我不会退缩。不过家国啊，我把你推到这个位置上，我还是你是不是说你在火坑里啊？我不在火坑里，别说。你既然已经在火坑里了，我也得跳进去帮你一把呀。那你不能那么想问题，帮我可以啊。你马上任职了，这样吧，你先从红枫公司入手，把这个麻雀解剖一下，看看究竟里面发生了什么呀。当年这个企业那么红火，现在给搞到这个地步，还有那桩诉讼案的问题啊，要用实事求是的精神，你好好的干一场，不要怕有阻挠。好，这个红枫公司，我做过一些了解，做生意嘛，对，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说话呀！既然过得这么委屈，为什么不学学诺拉呢？想赶我走，没那么容易。你听着，我绝不允许你影响我父亲的名誉。赵慧珠，请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必要的时候，我会让我父亲跟你离婚。离婚？我差点忘了，你不正在离婚吗？心里有点酸是不是？看不得别人好是不是？别把气撒在我身上啊！不想离婚就去管好你那丈夫，你那丈夫的风流韵事，在中江市可算不上什么秘密。咱们送那么多兔肉给关一户，真的就一点不给季书记的小姨子。这季书记也真是公事公办呐。那你琢磨呢？这恶霸地主真是有点让人吃不透啊。我看像真的。这季书记霸道归霸道，为人还算正派。倒也是啊。这狗东西比那花县长的负责任多了。我们找一下田壮达田总。啊，进来吧。哎，好。这样，小心点。不错嘛，服务周到，送货上门了。把新收到赃物记下来。对不起啊，我们走错门了。别走。没错，这是田壮达田总家。既然来了，别急着走嘛，把东西放下，坐下来聊聊。坐吧。不是他，这不关我们的事儿，这是那个花县长让送的，真的。不是戒了吗？那给你。我睡不着。我问你，你跟家国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打算动手了？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怎么说呢？你的事儿我一般不参演，可这事儿牵扯面太广了，我觉得你还是应该三思而后行，你觉得呢？是，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事儿。我最近一直在想，你说我做这些事情到底对不对呢？真是对党和人民的利益负责吗？还是要表现自己？这些会给中江带来些什么呢？那你现在想好了吗？我怕受骗。受谁的骗？我自己。你自己？当然了，最能骗你的就是你自己了。比如说，
很多人觉得我这个人比较窝囊，没魄力，只会做老好人。我听了这话很反感，我就力求去表现自己，看这也不顺眼，那也不顺眼，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我心里老有一种力量在推着我，该是展示你个人魄力的时候啦，该力挽狂澜、拯救危难的时候啦。所以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这个人往往会做出很多愚蠢的事儿。你过去事事退让，实际上就是怕犯这样的错误而已。是。东方，别跟我说你有多难，你下这个决定有多么不容易。你现在是沉浸在自己想象的所谓的痛苦里，其实在你内心深处是兴奋，因为你终于找到自己施展魅力的机会了。为了满足这种兴奋，你不顾别人的死活，你不觉得自私吗？我记得当年孙大姐跟我说过，当一个领导干部准备运用自己的魄力的时候，官越大，先说明官越大，它产生的这种效应就越强烈，可能是好，可能是坏，所以要慎用。我记得我一直跟你说嘛，到最关键的时候，不能轻言出击。那要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呢？那另当别论了。这么说，你觉得现在是时候了？我也再想一想吧，因为最近发生的事非常多，有些人让我看到了他们另一面，像钱繁星啦、陈仲成、周玉英、王培松，还有省委钟书记，甚至老赵。老赵为什么说那样的话呢？他说什么了？没说什么。我越来越觉得我们陷入一个怪圈里。怪圈？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我绝不能走我们前人的路，犯同样的错误，这谈何改变创新？大梦虽险绝，平生我自知。笑着。情况反正就这么个情况。我们平岗镇呢和这个田壮达投资公司啊，它就是这么一种工作关系，真的。你说，你至于这个花县长怎么把这个800万从这个田壮达手里给弄出来了，使了什么手段？这你得问花县长去。你说，刘镇长，那你就一点内情不知道？这我知道个屁呀！我知道啊，那花县长他什么事他都一个人说了算。你周局长啊，你就别再为难我了。你说这一夜弄的，你说全让你给耽误了，我这是啥正事都没办成。你说正事，你趁着夜深人静的四处送礼，你要再说是正事儿，我就把你这车兔子都给你没收了。啊，别的，周长。我是说那个，坐着啊，哎呦，那都是花县长安排的。你说这事儿我还得，哎呀。行了，就算今天的事儿没发生，回去也别跟别人讲啊。怎么的？那我们可以走了？
这不关我事儿，这是花。哦，这是花县长让干的。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这是兔子，绿色环保产品，是那个花县长让送的。花县长，花市长让送的也不行。赵省长交代过了，什么礼品都不能收，快走快走，要不然我喊保安了啊！你看我们好不容易来的，你这好，你放上去。那个麻烦你转告一下那个赵省长，就说我们平岗镇的同志来看过他了，是那花县长让来的啊。回去告诉花建设同志，这样做可不好，败坏了社会风气，还影响了赵省长的形象。啊，好，走。我说花建设，你能不能办点有出息的事儿啊？啊，那几个破兔子值几个钱呢？光天化日的朝我们家送，你是想害我呢，还是想害我们家老赵？我告诉你啊，你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廉政啊，廉政，没想到我们赵家还出了一个拒腐蚀永不沾的模范啊！我自问，我不算太贪婪，你为什么总盯着我不放呢？阿辉，你是从美国回来的，不应该这么狭隘吧？我和你父亲的婚姻也不算什么大逆不道，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呢？你如果嫁给我父亲，没有什么其他的图谋，我是不会在意你这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小妈。可是你嫁到我们家来，怀的什么鬼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就算你说的是真的，那么我看我们俩应该是同类人了。当初你为什么要嫁给贺家国呀？如果贺家国不是钟敏人的养子，怎么会有你们那场轰动中江市的婚礼呢？口口声声说别人庸俗贪婪，我看呐，最贪婪的是你赵慧珠，什么都想要。哎，咱们的李行长啊，还当真廉政喽？那当然，这平岗中的图纸，白色也不能要啊，有污染。是啊。是什么？不是，你说这事儿，金书记，你可来了！行了，别像叫魂似的。你办这什么事儿啊？你干脆让法坛局给留下算了。就是现人，我这自杀的心都有了。喂，这谁的箱子？有主吗？哎，别等会儿，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箱子。行，有主就行。乱堆乱放，罚款100元。心灰丢脸的事情2把手。你说这花县长交代的任务，这也没完成啊！你这以后这费用报销咋办呢？该咋办咋办。谁说没完成啊？你就说送了，他们也收了，他还能挨家挨户去查呀？哎，老姐，要不把这车兔肉，咱们就赞助给你小姨子他们单位得了。你可别扯淡了，除非他拿钱。那你说都到你家门口了，哎，要不谢谢他几下？反正没人要了，谁知道啊？我说全友啊，这可是从湖山买的甲级肉兔啊，没有污染，出口日本的，还没人要，你真敢说你？另外，你想让我当贪污犯呢？啊？谁也不知道，那你不知道啊？以后你少给我来这套啊！误会了，你又误会了。周局长，怎么？听说你们找我呀？
对社同志是吧？啊，是的。请坐。找你呢，想核实一些情况。关于谁？什么情况？关于市投资公司田壮达。田壮达？怎么回事？经济上出问题了？所以找你想了解一些情况。你好像跟田壮达关系不一般吧？啊？就连平岗镇农民文化中心大楼落成，都忘不了给他送2箱兔肉。实话告诉你吧，你派去的刘镇长正好撞到我们手上。周局长，我不知道田壮达是怎么交代的，但是我发誓，我个人呢，绝没有从平岗镇这800万中拿过1分钱好处，而且这800万的去处也很清楚，都用在农民文化中心的基建上了。先不说你，咱们就说田壮达，他为什么就为你们融资了800万？怎么不给别的地儿融资800万呀？这叫我怎么说呢？实话实说嘛。其实啊，也没有什么不好说的。平岗镇是赵达公省长抓的点儿，这田壮达又是赵省长一手提起来的，所以田壮达高看平岗镇一眼，融点资也是正常的嘛。赵省长为这800万融资说过话？没有，绝对没有。我再一次用党性和人格向你们保证，我个人绝没有拿过任何人的任何好处，真的。华建设，你是党员干部，你有责任有义务帮我们把问题搞清楚。你呢，在招待所先住下，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来找我。我下午还要带人到平岗镇参观呢。改期吧。老爷子，又来查岗来了？不查不成啊！再不查呀，你这钻井架子快被人扛走了。谁敢我扒了他皮？哎，这钻咋就停了呢？不停不行啊，没钱了。这都扔进去13万了。我老爷子，你能不能跟省委中书记说说，给咱们批点钱呢？那老钟他是开银行的，你们底下不挣钱，他上哪弄钱去？你看看又生气了。哎呀，那你老人家慢慢等啊。想喝上没有污染的水啊，我看也得下个世纪。那咋还乱剪彩瞎花钱呢？那剪彩不是这样花的钱，那花现场特批的。哎，老爷子，不是你说这口井打了90多米了，我看再往下打还不打出煤来呀？啊？打出煤倒好了，咱这乡镇经济啊，那就发展了。那倒是。哎呀，这有3根转杆怎么没了呢？啊，前天还放在这儿呢，你看看真没了啊！闹不好啊，让郝老二那帮无赖给你弄走了。周局长，我谈。说吧。周局长，你们可一定替我保密啊！放心吧，我们会的。周局长，您让我好好想想。那你是在这儿想呢，还是回招待所去想啊？就在这儿吧。把烟缸给他拿过来。
吉啊，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有信心没有？专家说能成，我就有信心呢。那就好，那就好。好什么呀？你没钱有什么用啊？哎呀，你老人家又不愿意给要钱去。少跟我再提这事儿。陈大叔啊，啊，不是咋的了？你又惹他生气了？不是，他刘全友，闹了半天这钻杆是你偷去的啊？谁偷的？那郝老二偷的，他卖给那个收破烂的那个赵三了。我走半道上我给截下来了。哼！我天哪！季书记，现在麻烦事又来了。什么麻烦事？供电局又来电话了。你看啊，这个到上个月为止哈，咱们镇上欠人家供电局的这个电费总计是42.35万。不是人家供电局说了，咱们要不把这个电费给还清了，就咱们这座新的大楼，人家就永远不给你供电了。你看着没有？人家给永远了。那就让他永远吧。反正咱也晚上也不办公。我也是这么想的呢。哎，全友啊，这样行不行？咱买台柴油发电机，我看比交电费合算啊。那柴油发电机那得几千块钱呢，还是点油灯算了，随你吧。哎呀，省钱的事儿我都不反对。哎呀，也有不省钱的事儿啊。什么事儿？你那农中教师那每人4袋的面粉，那不也得发了吗？那得发，老师不容易，这钱你去想办法啊。你看咱们这个账上哈，现在是剩3万，要是这样，不，这钱不能动啊，万一有个急事呢？那我想办法吧。季书记，我还有一个事儿得跟你汇报一下。那公安局也来电话了，咱这后山村不是至今没办那身份证呢吗？对吧？咱们做工作都不行啊，你知道吧？人家还说咱们乱收费。怎么乱收费呢？照相办证，当然得收费啊。这村民说了人家又不走京上府，也不到那沙阳县城里去，人办那玩意儿没有用。你赶快找那花县长啊，让他把那个剪彩的费用都给我报了。他现在回来了吗？他回来没回来你都打个电话呀，我这还等着钱打井呢。全友啊，现在不都讲政绩吗？这口井啊就是咱俩的政绩，知道不知道？如果他出了没有污染的水，咱也捡一次彩，知不知道？这回咱们让平壤镇的老百姓来捡。好，咱竖块牌子，上面写上吃水不忘打井人。啊，想的挺全面。周局长，这800万融资和赵大公省长的夫人刘露露有点关系。田壮达是刘露露介绍我认识的，融资的事儿呢，也是我向刘露露提的，刘露露挺热心，就帮着办了。他是怎么办的？提什么好处了吗？刘露露没提什么好处，倒是那个田壮达一张口就是50万，我想了好几天没敢给。当时我们镇上的土政策是引进项目给奖励，没说融资贷款也给奖励，而且数额那么大。刘露露说呢，给吧，南方融资贷款都给回扣的，就给40万吧。我心一狠，就给了40万，而且是按照田壮达的要求办了个活期存折。这活期存折的名字是田壮达吗？不是田壮达，肯定是假的。你再说清楚一点，这40万的活期存折你是交给田壮达了，还是交给刘露露了？交给田壮达了呀，是当着刘露露的面交给田壮达的。
这儿来了？我来告诉你一个消息，花建设被反贪局给扣了。不会吧？他老婆说的，都1天1夜了。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哼，我是政法委书记呢，还是公安局长啊？我也是才知道的呀。你跟花建设没什么事吧？花建设要是出了事儿，你的日子也不好过。陈书记，去哪儿？去市委。刘镇长，白县长，啊，来来来来，白县长啊，那个花县长他还没回来啊？他能不能回来还难说哟。哎，那白县长，那你看我们这3万5，你能不能给批一下啊？农民活动中心剪彩费3万5，是白县长，这你也是知道的。我们这个活动中心大楼啊，是花县长在任的时候借钱盖的，就这剪彩也是他那给办的，他当时还剪了2球呢。那我没捡1个球，你们就别找我喽，啊，还是找花县长去吧。哎呀，不过他还有没有权给你们报，那就不一定了。玉英同志怎么背着我，把花建设弄到检察院的招待所去了？他这样做是受谁的指使？他有什么权利软禁一个在职的副县长呢？是，你是政法委书记，这件事情你可以直接问他。李书记，我去问他，没准又会造成什么误会，所以只有向你汇报了。你跟花建设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周玉英同志这样做很奇怪，这太不符合程序了。我随时配合。送他一下。好，谢谢。喂，啊，李书记啊，我是周玉英。我们没扣留花县长啊，只是找他了解一下情况。刚谈完，已经走了，没什么大事儿，只是一笔融资款的问题啊，已经搞清楚了。哎，好，我知道。好，再见。花县长，白县长他们都没想到你回来的那么快。他们最希望我别回来。喂，哦，是我。好，您好。停车。刘经理，你好。怎么样？该说的都说了吧？说什么呀？我刚从市建委回来。市建委还是检察院呢？您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再告诉你点不知道的，田壮达出国了，人在境外呢，你可不要让人家套住你啊！我可什么都没对他们说呀。
说了也可以反悔，反正人又不在他们手里。这是赵省长的意思？你说呢？难道还要赵副省长亲自来找你呀？怎么，案子有重大突破？看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有人就希望田壮达一逃了之，2次泄密绝不是偶然的。现在周云已经发现，赵达公同志的夫人刘露露与田案有牵连，他在为平感任融资的过程中有受贿的嫌疑。哦，田壮达显然只是刘露露索贿的工具而已。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田壮达在逃，我们还拿不到有力的证据。在逃不可怕，再把他抓回来嘛。我们已经指示省公安厅直接介入追捕田壮达，也请国际刑警中国局发了红色通缉令。据周玉英反映，李东方、陈忠诚好像都很敏感。他请华建社到反贪局了解情况时，陈忠诚不知怎么就知道了，接着李东方的电话就追来了。他什么意思？问了情况，不过通过这段时间观察，田壮达案件很可能牵扯一批中江干部的利益。不要这么简单的下结论。对我们自己的领导干部要有一个基本信任。我不大相信赵达公和李东方会卷进去。要说中江干部的话，我也是中江干部嘛。现在中组部正在对赵达公同志进行考察，也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的因素我们还是等等再看我。好的。田壮达的那个姓王的总管控制起来没有？到东北讨债去了，还没回来。我们故意没惊动他，只要他一回来，我们就立即控制起来。周玉英已经安排好了。告诉小周，不要过分的怀疑一切，但是也要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发生在他爱人身上的悲剧绝不能再重演了。好的，明天老时间啊。周局长，我等你好半天了。有什么新情况又？我真想起了个新情况。说吧，什么新情况？周局长，关于那40万回扣我现在回忆清楚了，存折上写的是田壮达，也是我当面给的田壮达。刘露露不在场。刘露露的在场呢是另外一次，没谈回扣的事儿。你的意思是说，那40万回扣跟刘露露没有任何关系？对，周局长是这样的。华建设，请回答我，是谁让你来说这番话的？我家地址又是谁给你的？周局长，这和田壮达的案子有关吗？当然有关。华建设，我提醒你，不管你这40万回扣给谁了，你都涉嫌犯罪，行贿罪。法人行贿也是犯罪，知道吗？周局长，您呢别吓唬我了。引进项目给奖励给回扣，
这是沙洋县委和县政府下了红头文件的，也是赵达公省长当市委书记的时候肯定的招商引资措施。我们平岗镇只是执行罢了。要抓行贿犯罪分子啊，您呢，到沙洋县委去抓吧。华建设，咱们俩都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平心而论呢，我是除了我的责任以外，我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念头。周局长啊，您呢很忙，我呢也很忙，我呀就不多打搅了啊。关于那40万呢，我现在说清楚了，以前说的不算，您呢改改吧。到检察院自己改去吧。家国，中江的一些问题你都知道的，国际工业园的污染，开发区的荒芜，财政呢捉襟见肘，好多企业发不出工资，这都是我们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首长，看来你已经有一个滥收于心的计划了。没有，谈不上什么滥收于心吧，我只想一个一个的把实际问题解决。我还想办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专门刊登一些个谈问题的文章，让大家畅所欲言。把情况都暴露，该暴露了，不能再麻木。那咱们就从红枫公司下手吧。很好，就从这儿下手，从司法腐败下手，这是对的。家国，这回我可要拿你当枪使了。没问题。在您真正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扣动扳机时，我的枪膛里一定会射出一连串良知和正义的子弹。挺绕嘴，像诗。总哥，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吧。你刚才说那个内部刊物人员从哪来啊？人员从报社、宣传部门，你自己想办法。好，那我就向您推荐一个。谁？沈小阳。沈小阳是《中江日报》。《中江日报》那个人可以。他3年前采访过我，我们已经约好要见面了。身体还这么好，哎呀，我说你们这些老同志啊，你们不用这么保护我，我呀是个穷乡官，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哎，小季啊，你可别这么说话呀！盖得起这么气派的楼，还能叫自己穷乡官啊？我们老头们才穷呢，要钱没有，要命啊！你不一条吗？咱们这是一群呐。你今儿啊，跟咱们把那个医疗费的问题就解决了，要不啊，我们就一直保卫你，保管比当年保卫咱们军长啊还尽心。哎呀，那好，那我就享受一次军长待遇啊。小季啊，我不跟你瞎扯了。这样吧，我还是跟你汇报一下。不，你可千万别说汇报。那还得说汇报。咱们镇上欠沙洋县人民医院的医疗费已经是42万了，再不给钱，人家就不给咱们这些老同志们看病发药了。对，你赶紧想辙找银子去吧。对，我说各位老同志，咱们这东西有话慢慢说。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现在啊，就给人民医院挂个电话，行不行？你挂。喂，我说张院长吗？你是谁啊？我，平岗镇老季。哎呀，老季啊，你好。我说啊，你怎么连我声都听不出来了？
啊！不是前几年我在县政府的时候，我打个喷嚏你都听出来，你个狗东西！我说，今天跟你说点正事儿啊。我知道你的正事儿，你们镇上老干部看病的事儿是不是？对，就是我们镇上老干部看病吃药的事儿。我说你得讲点这个交情啊！老弟啊，你这个医药费欠的太多了。我看看啊，一共有40。啊，我知道，不就42万吗？啊，人不死啊，账不赖。啊，你这样，你今天呢，先给我们这些老干部啊看病吃药，不行，这笔账啊记在我个人头上啊。你要不相信，你可以派个人来，每个月到我这儿领我的工资。老弟啊，你又算我了是不是？这1年多你拿过工，你们平岗镇借谁的钱还过？是，我是没拿过工资。我说，咱们朋友一场，就算我先管你借个3000、5000的还不行吗？这完全是咱们个人行为。你别给我来这一套，这不是你个人。我说张院长，就算我求你了，我们这些离退休老干部啊，年龄都大了，身体状况又不好，你刚才没听见吗？还咳嗽呢啊！我们有些老同志啊，身上还带着枪伤，你说咱们谁没父母啊？啊！你就讲点革命的良心行不行？老弟啊，这话你别跟我说，找市委、找县委说，或者找市医药公司说去。我从医药公司进药得付钱，你这话不能当钱使啊！好，张志平，你给我听好了啊！你不就认钱吗？啊！我今天就是抢银行，我也给你弄去5000块钱。行了，解决了，请各位老同志到医院去吧。就这样吧。什么就这样吧呀？你又没把5000块钱给人家医院送去，又蒙咱们老同志了吧？不，我不说是去抢银行吗？怎么的，老连长，你还跟我一块儿去啊？我不跟你抢银行啊，我得看着你把钱抢到手啊。你们放心，我下午一定把5000块钱送到人民医院去。至于这个钱从哪儿来，你们也没必要打听，知道多了也不好，知道吧？请回吧，我求求你们，放心吧，啊，请吧。季书记啊，你可是咱们镇上的一把手啊，说话得算数啊。你放心，我肯定说话算数。啊，请回吧啊！保重身体。小段，你来一趟。季书记，你把那个护林办的吴指挥给我叫来去。哦。还有，你往那个县里挂个电话，问问刘镇长为什么还不回来？这等钱救命的，他那逛起没完了。好的。来跑一趟。刘震，坏事了！前面是张总的马仔，冲过去。那抓人怎么办？不怕死就让他们上，都冲过去。麻烦了，你看前面有这么一辆车。哎呀，自认倒霉吧。这个破车要是再被扣了吧，那姓季的个肯定饶不了我。这狗东西现在都穷疯了都，要钱不要命啊！刘震，今天可逮着你了！哎呦，这不张总吗？下来吧，你现在是投降也晚了。我今天不优待俘虏啊！你看这张总。季书记，我那可真没钱了。荷塘村林场交来的罚款呐，上个月都用完了。我不是让你们放宽一点吗？我听说荷塘村又抓住3个滥砍盗伐的。荷塘村抓了3个不讲，可一个不是让村里偷偷放了吗？罚款呢交给村里了。老甘又兼林场的厂长，还有那个老烈，他呀跟他穿一条裤子，我们去了3次都没抓到人，他们死活也不承认。这太无法无天了，这是不是？
这乱砍盗伐，这破坏环境啊，他们村委会就随随便便敢放人啊？基本国策都不顾了。我告诉你，你再去给我赌，只要抓住一个，咱们就严肃处理啊！一票否决，我对老甘和老聂肯定处理。我另外那个有2个是咱们放的，那钱交上来了吗？一人2万呢，全主动交了。嘿，可这个钱呢，我还没捂热呢，就被刘镇长给借走了。什么？哎，刘镇长没向您汇报啊？没有啊。哎呀，大前天了，刘镇长的车在中江市里正开着，就被人家债主刘总给拦下来扣了。要不给点钱呢，这车就开不回来了。一台车可是10几万呢。刘镇长这车已经赎过一次了，怎么又出了个4万呢？你看见没有？出了这么大事，造成这么大浪费，他都不跟我汇报一下，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上一次扣刘镇长车的，那是给咱盖楼的白总，咱欠人家的是建筑款527万，都欠了3年了。大前天呢，扣刘镇长车那是刘总，咱欠人家的是装潢款，也是170多万。行，你不管怎么说，刘镇长这个人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从来不把我这一把手的指示当回事。季书记，我早就跟他说，我说你把那个车呀要换成私人牌照，听见没有？他就是不听。季书记，这我倒是说句老实话了啊，那刘镇长对您的指示一般还是听的。听什么听？他的车这次可就是挂的私人牌照啊，要不是挂的私人牌照，这4万块钱还赎不回来呢。好了，你不用说了，我都不听。我告诉你，吴主任，今天无论如何，你给我搞5000块钱交到人民医院去。季书记，我上哪儿找钱去？那我不管你，你动动脑筋呢。你来，你坐着，我跟你说。哎呀，这欠你材料费的是平岗镇政府，不是我个人呢。这个你得找花县长去要钱去。你是平岗镇镇长，我就冲你要。今天这车我扣了。走。张总，那你怎么也得给我送到镇上去啊？你就跑步，锻炼身体吧，这对你有好处。走。不是，张总，你这怎么办？你说，要不我拿1万块钱赎金来？1万，起码得10万。不是，这可是我借的私车呀。我不管你是公车是私车，走吧。那行，季书记整理好了，整理好放柜里。我跟你说啊，拿了钱之后，马上就交给人民医院。记住啊，就交给医院5000块钱，多1分不能交。不管医院怎么跟你说还欠我们42万呢，你就装没听见。知道了。剩下的钱专款专用，这笔钱专门供老干部看病吃药。那行，听着没有？行。医院逼急了拨一点，医院逼急了拨一点，谁也不许动。行啊，行。我去到河塘村，我让他把那罚款都给我吐出来。季书记啊，我有个设想能够赚大钱。来，你说说我听听。来，坐。季书记现在有一种一次性的圆珠笔咱们镇搞个小厂就能造这一支能赚2分钱。2分钱的事你也敢想？季书记，这一支能赚2分钱，这100万支赚2万块钱。是1000万支还能赚20万，你卖给谁去你？卖给全省全国的宾馆饭店呢。季书记，我调查了一下，这种一次性圆珠笔的市场需求量特别大。行了，你不管了啊，你就写好你的稿，当好你的文书，别的事你不用管啊。这刘学员怎么还没回来啊？刚才来了个电话，说是说什么？刘镇长说花县长肯定是进去了。早该进去。所以咱那3万5的剪彩费，怕是泡汤了。算咱们倒霉呗。还有更倒霉的事儿。什么？刘镇长的车又被扣了。什么？又让咱们拿钱赎车呀？刘镇长说这次恐怕是赎不回来了。这个刘全勇，我纯粹是个败家子儿、卖国贼。季书记，刘镇长现在吓得都不敢回来了。他不敢回能去哪儿啊？还能出国呀？转着圈的丢人现眼。不敢回来，你还是让他回来吧。你还不敢回来，你这样，你给打个电话劝劝他，你就说那个季书记还等着你跟他一块儿去河塘村呢啊。你等着。你这样吧，他胆儿小，你告诉他，你说你不用怕。季书记听了你的这些事儿的汇报，你说他心旷神怡啊。我要有一枪，恨不得一枪毙了他。
季书记，小姨子电话。姐夫啊，我小杨啊。哎，我问你，你们那车兔子还在吗？太好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全要了。什么呀？我当然给钱啦。哎，那个我就不亲自去拉了啊，我太忙了，市长找我。哎，我跟你说清楚啊，那个你让陈兔子精心给我办，李大头那支票我让他给你送去，好吧？省市领导什么待遇，你也给我什么待遇，每箱兔肉都得配菜谱，就是兔子那23种吃法。对，你不是说兔子有23种吃法吗？好。哎呀，小杨啊，我说你可比你姐好多了啊！哎，好，就这样。我说刘镇长怎么还没回来啊？哎，你多大了还玩这个？市长打游戏，人家看了怎么说呀？这有什么不好啊？政府官员与民同乐。这是多好的素材啊！你们这些当记者还不赶紧给我写2篇啊？哎，得了吧你，我给你写的还少啊！别忘了，最早发现你这个人才的可以有我一份啊。3年前，我那篇我以我写荐宣言，让你在政界是一举成名啊！你搞华美国际公司的时候，我可又支持了一篇天生我材，还有打住！你给我打住！干嘛啊？都拒往矣了。不过你这个人还不错，一上任就来找我，难得你还想着我。我听你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好像我们俩有什么关系似的。咱们没关系吗？没有，要有啊，顶多是工作关系。哎呦，连点交情都没有，你太冷酷了。你就别给我废话了啊！咱们俩的这个交情账啊，早已经结了。你可别忘了，你那本散文集，我们华美国际可是赞助了2万块钱呢。啊，咱们俩的交情啊，早已经结束了，谁也不欠谁了啊。好，贺市长，你就忘本吧啊，你就继续的残酷无情吧。行了，咱俩就别瞎扯了，问你点正事啊。这个红枫公司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一场有理的官司就没打赢呢？这老干和老聂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哼，被他们偷嘴吃掉的砍伐指标那就是钱，起码15000。这15000能干多少事啊？啊，给农中的老师发点口粮也行啊。那是，哼，你等我抓住证据啊，我绝对饶不了他们。那得严肃处理啊。哼，该严肃处理还有你，你个败家子儿你！挣钱的本事没有，你浪费1个赶10个，一台破车你赎了2次，最后一次还是被人扣了。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少给我提用车的事啊。季书记，我有这个思想准备。你该好好反省反省了。季书记，这回你对我真是宽大无边了。红枫公司80年代红火过一阵儿，也是我们市不错的国有企业。可这几年不行了，他们男女老少得有900多号人吃不上饭了，所以他们就把他们那个面积近3000平米的红枫大楼租给李娟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你这个文章中的 L 小姐就是李娟。是啊，然后经理沈小兰呢是想用这个房租来维持他们公司900多个人的生活，可是李娟呢就交了10万块钱定金，就再也什么都没付。开头他态度还好，说是公司这个刚开业，装修费用太大，缓缓就交，一缓就缓了1年多，拖了1年多，没交钱。后来情况就变了，他态度也变了，他说是因为红枫公司停他的店，影响了他的营业，所以才不交这个房租的。所谓的经济纠纷就是这么发生了。红枫公司无奈只好向法院起诉，要求李娟付清所欠的租金，终止合同。区法院接到了红枫公司的起诉，一押就是半年。等到做出了1审判决，涉讼的时间已经1年多了。李娟的欠款及罚息已经高达了1032万。这个裁决也是荒唐的很。
判定红枫公司在履行合同时有过失，只让李娟拿出了积压的服装底款260万，不准终止合同。红枫公司当然不服啊，上诉到市中院，中院来了一个维持原判，这一下子红枫公司就炸锅了，才从市里闹到省里，开始围堵李娟的公司。哎，季书记、刘队长，来，二位领导又来检查工作了。怎么着，不欢迎啊？嗨，哪敢呢？你也没那个胆儿。我告诉你们啊，别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脚疼了可别后悔啊。季书记，咋这么说呢？是指啥说的？指啥？老鼠偷油我怎么处理啊？哎，季书记，这简单。老鼠偷油啊，你处理猫得了，猫干什么去？嘿，你那就是说你们出了问题处理我吧？啊，扯淡！哎，季书记，这个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活法，啊，你说是不是？这个咱们就理解万岁。真逮着了我偷油，你也饶不了我，我说什么也没用。逮不着呢，你气也没辙。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气也没辙。来，咱们一边吃啊，咱们一边向领导汇报工作。来，啥都敢说你。季书今天心情不好啊，烧酒。行了。建友啊，你看见没有？看咱们来商标都死下去了。来吧，就喝那县酒厂的1.8块吧。哎，行。啊，小王，1.8块啊。好。我再加2个菜。快去，来素的啊。哎，好。你去红枫公司找一下那沈小兰啊，钱市长在国际工业园等着我，我办完事以后也去红枫公司，好吧？好。走，红枫公司。太好了，何市长，哎呀，真够意思。这里拿瓶酒。好。算了，上点饭吧。好。哎，季书记、刘镇长，哎，快走！钱市长突然来了，还带了一大帮人，不知道有什么大事儿。钱市长怎么来了？这也没接到市里通知啊。哎呀，这事先接不到通知，肯定没好事儿。老干老店啊，你们就给我造吧！看见没有？乱砍盗伐，破坏环境，连钱市长都被你们惊动来了。你说你们本事有多大？什么是基本国策啊？什么是一票否决？你们马上就会知道。我看你们的花心眼能玩多久？季书记，你别走啊！我们错了。你错什么了？不是那1.6万的罚款，我们退。哎，季书记，你就饶了我们这一回吧。这个武怀啊娶媳妇儿，说弄点木头盖房，等我们发现的时候，那个树都砍了。我们一想啊，这荷塘村是多年的护林的先进单位，啊，也就犯了这么一回弄虚作假的错误。我说你这个村书记兼林场厂长当得好啊，还就犯了这么一回弄虚作假的错误，你这是错误吗？你他妈屡屡犯法那是！你马上把这个1.6万给我交到吴主任那去，等我组织处理。抓紧啊！是。你看我干什么？哎，等等，我打断一下啊。红枫公司的沈小兰，你跟她什么关系？我不瞒你说，是我姐，正义不避亲啊。有些情况是她给我提供的。啊，这么说，你的那些文章都是听了她的一面之词才写出来的？我没时间也没条件采访。有时间有条件，你都去拉赞助了。又来了，你看。接着说。季书记，你真行啊！这一炸出1.6万来，那不还是你及时提醒吗？有这1.6万，你是不是该办的就得办了？免费办身份证，再管一顿萝卜烧肉啊！我是说那农中教师啊。对，可以考虑。
70个老师是不是啊？啊，每人4袋面粉，4、7、28，280袋，得15000啊。另外那个什么，咱们那个原来那个镇党委书记，那不也得了癌症了吗？没几天活头了。是，咱们也体现下组织关怀。照6、700花吧。还有那个学校，几个学校的国旗都已经褪色了。你说咱们这个镇办公大楼搞这么气派，连国旗都买不起，那谁信呢？那就买，马上就买啊！这回你不骂我恶霸地主了吧？啊，你看你正确的意见，你说我什么时候没采纳过？那是，关键是你这个同志啊，平时正确的意见太少了。对，啊，对。我告诉你啊，李书记对这个事儿很重视，待会儿他还要亲临现场。哦，啊，李书记亲自来啊？哎呦，那我姐他们知道还不得高兴死啊！谢谢啊，贺市长，谢谢你啊。事啊？你认为他们这表情是高兴吗？沈经理，能不能劝楼下的这些同志先回去？这个样子社会影响不好啊！大伙儿都坐吧，坐着说啊。贺市长，他们愿意的，说明他们对我们中江市的市委和市政府还抱有希望。难道我们的人民政府还怕人民吗？如果说人民政府怕人民，我们今天就不会来了啊。2年了，贺市长，我们那么反映，你们谁来过？姐，贺市长今天不是来了吗？沈经理，不能说政府不关心你们啊。李书记曾经3次下过批示，进入司法程序以后，他仍然密切关注着这个案子的进展，而且他今天要亲自到场。沈经理，可是你们还抱着这种对立的情绪，打算给市委市政府施加压力的话，那就对不起了，我请李书记就不要来了。中江的事头绪很多，全市下岗职工近20万，各个方面李书记都要关注啊。李书记最好来，他是我们这个市党的代表，他应该来看一看楼下那些饿着肚子的工人，看一看一个法治的社会为什么打不赢一场有理的官司，这问题出在哪儿？那你说这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腐败上。李娟把办案人员全买通了，人家是大款呢，人家有钱可以请客送礼。那就请你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我们就把腐败好好反一反。如果说你没有证据的话，沈经理，你这话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法律？贺市长，您在我面前说法律，不觉得有愧吗？沈经理，你不能这样说话呀。好，既然你们都这么不冷静的话，那对不起，我就让李书记不要来。贺市长，楼下这些干部群众是不会让你走的，他们已经等了你2年了。是吗？贺市长，姐，贺市长和李书记是善意的，轮不到你插嘴。你现在用不着我了是吧？老百姓是不能糊弄的。李东方这个市委书记，一天到晚在忙什么？他也是从最基层上去的。我们在平岗公社插队的时候，天天上河工，没少吃过苦。怎么一当了官都变成这个样子？姐，你和李书记一块插过队啊？那又怎么样？
跟他一起插队的有好几百人呢。好，沈经理，我现在就听取您的意见。我向你保证，你的意见我会一字不漏地汇报给李书记。李书记，你是要去红枫公司？是啊。好，那儿聚集了上百号人，恐怕要出事。那我更得去了。好，走着。超过了。机动中队注意，机动中队注意，马上赶到红枫公司，马上赶到红枫公司，沿公司的两侧设置警戒线，来往行人一律不得在那儿停留。明白，明白。好大的威风啊！先是派你来打前站，再接着叫这么多警车来，怎么，我们的人民政府真的怕老百姓啊？姐，你快让楼下人走吧，小弟他们吃亏了。吃什么亏啊？把我们抓起来就有人管饭了。沈经理，不会抓人，我向你保证。如果说李登芳书记今天下令抓一个人，我这个市长助理我就不干了。注意了，来往的人别让他们再留在这儿。你这是干什么？为防意外，我采取了点措施。赶紧把人撤走，撤了。李书记，对你的安全，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在老百姓当中没有安全问题，撤吧。齐队。四队。来，请让一下啊，让一下。家国，情况怎么样？啊，正在谈。申小兰一直在等你，情绪很不稳定。情绪不稳定。哦，你是那个《中江日报》的记者吧？对，李书记，谢谢你能亲自看我的文章。也谢谢你代表记者看看我和市委对这件事情什么态度啊。不过您今天能亲自来，还有你刚才所做的一切，就已经说明您的态度。什么也说明不了，在这儿啊。邢小兰，你还认识我这个老大哥？怎么不认识啊？只要你来不开着警车。哦，那你们以后不能搞这事儿了啊！搞这事儿我就不来了，我可不来。哎，请吧，请。哎呀，你还没有变啊！你是红枫公司的吧？是的，
沈经理看我们可怜，把我们组织在这儿谋点活路。你们想想给那些个单位做点盒饭什么送去吗？做了，前面还有几家盒饭，你去看看。李书记，李书记，听说你们要处理沈经理，他可是个好人呐。谁说的？啊？我说句话您可别不爱听。你们如果要开除沈经理的党籍啊，我们可不答应。是啊，我们党如果有好党员的话，沈经理就算一个。这么长时间，他和公司的干部不但没拿工资，还把自己的钱都给了困难户。没有沈经理啊，恐怕不少人得上街讨饭呢，有些家庭得出人命。是啊。你这么严重啊？啊？没有。你生活是不是很困难？现在？比起困难的职工，我要好多了。我经常到娘家去蹭，我那口子自顾自。哎，他怎么能够自顾自呢？最起码得负起家庭责任呢。我姐夫在平岗镇当书记，也是1年多没发工资了。哎，钱市长他人呢？怎么下去了？哪儿啊？刚才呀，是钱市长回城路过咱平岗镇，被盆尿憋急了，到后院上个厕所就走了。吓死我了！哎，你说的平岗镇的事情，这个大楼我看他盖得很漂亮嘛，怎么发不出工资来啊？他们还请我去剪彩的。你过2天去看一看啊。好。来，让你。什么？李书记，我们公司穷，没啥招待您的，点个碗热汤吧。米大姐营养汤啊，米大姐你。这个中午你吃这个啊？哟，还有米饭和这个汤，这是什么汤？怎么这么腥啊？哎，这个真是营养汤啊，贺市长，我保证你没喝过。哦，这跟我们插队的时候喝那个差不多。你今天喝了行啊，以后就不能再喝这个东西了啊。挺好喝的啊。他做没做什么具体的指示啊？指示啊，对了，钱市长啊，夸咱政府大楼盖得好，气派。这姓花的不盖这气派大楼，咱也不至于这么穷。哎，季书记，您可小声点啊！花县长刚到，就在楼上带了兄弟县市的一帮客人在参观呢。不是，哎，你不是说这狗东西进去了吗？白副县长说的，造谣。这是造谣！检察院查我干什么呀？这些年来，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你这幢大楼就是你的大奶子吗？季福顺，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不，我不是开玩笑，真的。你问问刘镇长，我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批评他。我告诉你啊，花县长就是真进去了，你也不能到处乱说去。好了，别瞎扯了啊，老季啊。参观的同志反映说，乡镇硬件设施能达到咱们这水平的，不但中江市，全省也没有几家呀。带他们到镇上去看看阵容，相信会反应更好。哎，我把基础给你们打下了，下一步啊，就看你们怎么施展才能，创造政绩了。是，我们一定努力，这一点问题没有。不过你说一个小镇欠几千万块钱，花县长，这都可是你欠的啊！就这么写啊，这个柴油发电机1台，剪彩照明用的，这个价格是这个9976块3毛5啊。好，赶紧盖章。不是这个，是那大的，那个宏发贸易公司那个。刘镇长。加上这笔柴油发电机可就4万5了，花县长能批吗？他要是一打回票，连咱那3万5都瞎了。啰嗦什么呀？就这么写了，我得监工输入。镇上的暂时困难我是知道的，没有困难，要你这个一把手干什么呀？花县长，哎呀，我可想死你了。想我？想钱吧。花县长，
这了解我的人呢，也就是你了，啊？哎，副院长，你看，这是你同意报的，剪彩的费用不多，合计4万5。怎么4万5呢？啊？那个小段说花6万多呀，你这胳膊肘不能往领导这拐啊！我不是让你们控制在2万左右吗？你不是让我们到湖山去买兔子吗？还让我们用那个矿泉水洗兔子。啊，你少跟我来这套啊！就批3万，你们打个报告啊，就说这个要修这个农中的校舍危房，需要6万，我批个3万。哎，黄院长，你就高抬贵手，就批个4万5吧，你不能让我们吃亏呀，这。你刘全友能吃亏啊？嗯，好吧，就批4万吧。哎，花县长，你说你让我们干贴这5000，那玩意儿也太对不起人了。你，我给你们留下了这么好的基础，我对不起人？哼，我看你是刘全友对不起我呀。啊？怎么？听说你还要调走？还四处骂我垃圾话？这是谁造的谣啊？这是？我啥时候我说我要调走啊？我啥时候我又怪过你拉过饥荒了？我是说你有气魄，我对你我敬重着。不信你问技术，你真的是那个全友平时老说的，他最佩服县长的这个气魄。你看，全友啊，你真的跟老纪好好学学，啊，组织上把你放到哪儿，你就卯在那里去发光发热，不能总打自己的小算盘，啊，更不能四处造领导的谣。我什么时候进去了？你都胡说了些什么？哎呀，这误会大了，华县长，我是你提拔起来的人，这鞍前马后我也跟了你5、6年了。你说我怎么着，我背后我也不能造你老领导的谣啊，也不能传谣，既不能信也不能传。现在的情况很复杂呀，有人就想利用你们搞倒我。老纪啊，全友，你们要提高警惕呀！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呀。可是我们连草现在都吃不上。哎，我们这届班子上任到现在1年了，我们1分钱工资没拿到。发不上工资的乡镇，也不止你们一家吧？啊，这样吧，你们给财政局打个借支报告，先借2万，把今年的工资补上啊。黄院长，您太关心我们了。这个东西到点走了。哎呀，这是我来平岗镇最幸福的一天呐！那是，咱俩的工资解决了。哎，这回我孩子的学费也总算有着落了。怎么的？这2万块钱想独吞呢？啊？你就不给那12个副镇级分分？你怎么想的你？你腾飞也好，起飞也好，你靠谁呀？人家不给你卖命，你飞得起来吗？是，那你这一把手拿个章法吧。这样啊，咱俩每人拿2000，剩下的1万6呢，12个副镇级平均分配。每人是1300，我再算吧。算了，这种困难的时候吧，谁也别搞特殊化了。每人2000，不够那一部分，陈兔子掏点。那对肉兔加工基地你不重点保护了？怎么不保护啊？啊，我是说借，真借，有钱得马上还给人家。这么定了呗？定了。这样一来，我孩子学费也不知道到哪儿去弄去了。这以后的日子，这怎么过呀？
要不你拿3000吧，我少拿一些。这怎么行呢？你家的日子也不比我好过多少啊。我的日子无所谓，我老爹那还有积蓄呢，老婆孩子上那蹭去呢。你就不用跟我客气了，我这一把手总不能看你2把手，这。季书记，我以后都听你的。哎，小杨，你还真行啊！你真把兔子肉给赞助来了。那是，还不是人家季书记给我面子。干嘛？啊？你可别给我耍滑头啊！什么赞助啊？说好的给钱呢。哎呦，看把你给急的。骗他们不行啊！待会儿我就跟你一块到李大头那儿取支票，不完了吗？哎，你不是说要写写我的事迹吗？亏你还说得出口！哪天你真赞助了，我再写吧。李书记，是不是送你回家？不，我去办公室，你也跟我一块去，我有话跟你说。好，曹，一会儿你搞点吃的来啊。好的，我来想办法。今天沈小兰问我，看这报道到底该怎么写，报上还留着版面等着我们回话呢。我们写什么呢？没什么可写啊。红枫公司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写什么呢？那我们要不要请示我那位岳父大人呢？你说呢？照我说啊，咱们谁也别理睬，看看这个所谓的判决背后到底有多少文章，是谁在那里做文章？你这女婿是不想当了。那你能不能和你那老上级撕下脸面啊？你别跟我弄这激将法，我做事有我的决策原则。今天回来的正好。这下面条啊，也没打俩鸡蛋。你看看你醉的这个样子，我看你们乡政府啊，用不着开工资了，老百姓都苦成那个样子，你们还革命小酒天天醉。我是麻痹自己的神经，不醉就痛苦。那更应该振奋精神，别蒙骗群众，骗吃骗喝。你以为我是你啊？哼！整天活在那个梦幻中，我呀得面对严峻的现实。这是2次的判决书，还有相关的材料都在这儿。哦，这是我在申诉所做了几次批示，你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这个沈小兰和红枫公司的同志没说假话，加上今天看到和听到的，你会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哦，对了，明天政法委开例会，你要参加的啊？什么意思？您给我说清楚。你别不服我的大经理，我告诉你，政治上的事儿你不懂。就你懂政治。我跟你说啊，你那个贴钱的政治少来。你以为你是谁呀你都不如我们家小杨。你看看人家，小鸡啄米似的，人家还能四处啄点食儿。你呢？你看看你那双破皮鞋，还镇长呢，跟要饭的差不多。哎呀，就些你公而忘私，把家里的钱都拿给手下用了啊！我就不能帮助我们8字同志吗？我皮鞋怎么了？我皮鞋一个乡镇干部，你说一天西装革履的，那皮鞋锃亮的，怎么的？能跟这个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吗？我就是穿上新的，我也得把它弄旧了。基层政治家你就得讲政治，就你懂政治。那我跟你们说说我们红枫公司的政治。我们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了。今天李书记、贺市长到我们公司来了。哎呀，你还真搞出点名堂来了啊！
你当你老婆是谁呀？哎，你敢偷？哎呦，你怎么回事你？哎呀，给我来一碗。你还吃啊？我没吃主食。应该拍案而起的时候了，明年开上一炮。啊，就是你那话，这场官司这里面有多少文章啊？谁在那里做文章？还要不要我们老百姓活？痛快啊！首长，我刚才在车上还担心您会继续忍辱负重呢。你放心，明天我一定轰他个人仰马翻。喂，你可得注意策略啊，就事论事，不要扯得太远了啊。有些事情我来表态。我当然不能把你架在火上烤来烤去了，是吧？啊，另外，你找一下沈小阳，让他围绕红枫商城诉讼的来龙去脉，以及就此引起的司法公正和社会公正问题写一篇文章。好，这篇文章什么时候发表？等我招呼。好。把家国先送回去，我也回去睡个好觉。谢谢。哎，王局长，你好，你好。哎，老张，你好，你好，都来了是吧？哎，好。王局长，家国上任了。哎，上任。哎，你好，我先进去啊。久日不见啊！哟，队员长你好，好吧，进来啊。啊，小何啊，拿着早点进会场，这在咱们中间可是头一份了啊。邓院长，你算是把我给坑苦了。昨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啊。这沈小兰啊，差点把我当成人质。红枫公司一贯是无法无天。邓院长，咱们中江现在还有法呀？啊？你们凭什么派人家红枫公司败诉啊？法律依据究竟是什么？你们拿法院当成什么了？邓院长，你果真是吃完原告吃被告啊？哎，你吃早点了吗？何助理，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让我怎么说话啊？我总不能昧着良心说你们执法公正吧？是不公正啊！难怪人家红枫公司的干部群众要闹，连我都看不下去。你既然看不下去，就找赵省长反映去吗？哎，我找赵省长说什么？这官司又不是赵省长判的。李娟这个典型是赵省长树的，你回去问问清楚再说。哎，赵省长树的典型就可以无法无天啊？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赵省长树的典型也好，赵省长说过什么也好，这都不能构成这场官司的判决依据啊！你连这点都不清楚，你还当什么法院院长啊？啊！何助理，这种话你不要对我说，回家对赵省长说去。哎，邓院长，你口口声声让我回家说去，什么意思啊？啊？赵省长跟我什么关系？这又不是什么秘密。赵省长要是真做了什么以权代法的事情，你邓院长就直接说出来，我贺家国都不怕，你怕什么呀？好了，家国、双林同志，有什么事会后你们下去就要交换意见，现在可以开会了，看看人到齐了没有。海查检察院的周玉军同志，我看不等了，咱们开始吧。李书记，你说呢？好，钟诚同志，开会吧。同志们，今天是政法工作例会，啊。王书记，田正达的主管主任已经回来了，我们准备采取行动。哎，你有什么指示吗？好，我明白。好了，我就说这么多了，这也都是老生常谈了啊。我们的公检法
历来就有密切配合的好传统。我相信在这次严打斗争中，大家也一定会很好的协同作战。下面请李书记、钱市长做指示吧。李书记讲。哦，我没什么指示，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要稳定。同志们必须清楚当前我市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治安问题也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大家要千方百计地维护我们市的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樊英同志，还是你说吧。好，我说两句。刚才李书记这个指示非常重要，稳定是前提，是重中之重。大家可以想一想，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那什么事都做不成，对吧？我们这个时代大道，那你想都不用想。那么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呢，重点谈一下有关时代大道将来在拆迁当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治安问题。那辆警车是哪儿的？好像是公安局的。坏了！怎么了，周局？周局长，人呢？公安局的带走了。让你们一直盯在这里，就是怕出这种事儿。你们怎么那么呆呀？不能把人先抢到手啊！跟你们讲过多少次，这个人是田壮达一案的重要知情人。周局长，人家是奉陈仲成书记的指示来抓人的，我们有什么办法？围着我干什么？快走吧！好吧，我就说到这儿，我也不想占用大家更多宝贵的时间。李书记，你看呢？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李书记，我还有事儿。有事儿你就说吧。最好坐下说。同志们，刚才李书记和钱市长反复强调了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要我们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所以我不敢掉以轻心。有些可能会引起社会局面的不稳定的问题，我在这里提出来。比如说红枫商城，红枫商城这场官司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心里可能都很清楚，可是大家不清楚的，恐怕是红枫商城的现状。由于输了这场官司，红枫公司被人家合法的占，2年来的租金被人家合法的赖。红枫公司932名干部群众，只有靠在菜场捡菜叶子、捡鱼贩子扔下的鱼骨头、鱼内脏煮汤来增加营养。我真不知道，这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狗屁判决是怎么做出来的。何助理，你好像不主管政法吧？邓院长，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管得太宽了？你当然管得太宽了。我邓双林用不着你来教我写判决书。陈书记、李书记，请你们表个态。家国同志你看是不是能这样？双林同志，家国同志，稍微冷静一点，好吧？双林同志，您坐下，听家国同志把话说完。沈小兰同志含着眼泪问我们为什么就打不赢一场有理的官司？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问我也不知道出在哪儿。我刚才开会前请教了一下邓院长，邓院长的态度很坚决。同志们，据我的了解，沈小兰在长达2年期间，不但1分钱没赚，还倒贴钱。
带着932名职工苦熬岁月。在中院判决之前，他一直在做工作。他不但没有带头搞群访，还阻止了3起群访。是中院这个狗屁的判决，把沈小兰同志逼到了第一线。沈小兰身为红枫公司的党委书记兼经理，和群众们一起以甩卖服装的名义围堵了人家公司的大门，当然是错误的，性质也许是很严重的，但是没有沈小兰的克制和因势利导，恐怕乱子会弄得更大。愤怒的工人们也许早就冲进了李娟的办公室，乱砸一通，我们中江市安定团结的局面早就被破坏了。贺助理，我提醒你一下，不要一个一个狗屁判决嘛。那你说是什么判决？是公正的判决吗？如果你还有灵魂的话，你的灵魂不受折磨吗？你每天躺在床上能睡着觉吗？邓院长，我从红枫公司出来，我可是一夜没睡。家国同志啊，这是政法例会，不是辩论会啊。如果你跟双林同志还想辩论的话，是不是另换个时间，另换个场合呀？陈书记，家国同志谈的难道不是政法工作吗？邓院长敢做这种判决，就不允许家国同志提出点自己的看法吗？周玉云同志啊，你还知道这是政法会议？你还知道这是在研究政法工作吗？你知道怎么到现在才来啊？啊？你眼里还有没有李书记跟钱市长，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啊？陈书记，请你不要转移话题。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我们中江的一个判决。如果你还是一个合格的政法委书记的话，我很想听听你对这个判决的意见。也借这个机会，我再次向你做个汇报。书记，多听听不同意见没什么不好。邓院长，你也不要生气。家国同志说你们是个狗屁判决，我看没错，就是个狗屁判决嘛。啊？东方同志一次一次给你们打招呼，你们就是不听，叫你们不要横加干涉，不要以权代法，你听进去了吗？啊？你这个法院院长眼里还有没有党的领导？啊？双林同志啊，你这个判决的法律依据在哪里？法律不是哪些人的专利，法律更不是某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你说是不是？我们是有法律根据的，本来我们也是想调解，可是当时双方都不同意，我们只有依法判决了。依什么法？好，我姑且算你是依法判决。那么我问你，按照你们的判决，也是李娟欠了红枫公司260万，这260万到底在哪儿呢？贺市长，你既然做了调查，那就应该清楚，我们已经扣了李娟价值260万的服装和商品做抵债了。这价值260万的服装和商品，我卖给你们法院，你们法院要不要？我给你打个对折，130万你们全拉走，连运费我都替你出了，行吗？李书记、钱市长，李娟不是没有钱还，是在背后有人撑腰，一直赖账。我请示一下，是不是我们先执行邓院长的这个判决，扣押260万，支付给红枫公司，让沈小兰他们吃上几顿饱饭？有钱怎么能不还呢？啊，邓院长，我看是不是可以马上执行？钱市长，散会以后我马上让执行林去办。双林同志，这个不算以权压法干预你的办案吧？李书记啊，我也是有苦难言呐。你邓双林是中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你有苦难言，老百姓还过不过日子？
你有什么好难的？你心里装着老百姓，你依法办事，就没什么难处。老陈啊，你们政法委开个会，我们判错的案子，伤老百姓心的案子，该改的改过来。你个邓院长不改，我们提请人大换一个李院长、王院长改。好吧，我们尽快做一次专题研究。同志们，前几天有个女同志拦住我，跟我反映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如果在邓院长那里，也可能是小事一桩。什么事呢？就是3年前啊，这个女同志骑自行车和一个小伙子相撞，2个人吵了几句，小伙子把这女同志肋骨打断了1根。3年过去了，伤已经痊愈了，可是这个女同志为了这医疗费，从公安局告到法院，跑了3年没人理睬她。后来她告诉我为什么，她说公安局和法院被这小伙子给收买了。收买了，怎么收买的呢？请吃点饭，喝点酒，买点烟，就吃吃喝喝嘛，就收买了。可是你没想过吗？你们吃的是老百姓的心啊，喝的是老百姓的希望，把希望给喝没了。同志们，在老百姓眼里，党和政府是谁啊？就是你们这些具体执法人员。你们回去晚上睡不着觉，看看头顶上那个帽徽，那帽徽是什么？那是国徽啊！李书记，我们公安局、法院都有严格的纪律的。问题是执行的情况怎么样？我这儿有一份名单，是红枫公司的干部群众提供的，是在红枫商城一案审理过程中接受过李娟请客的部分区市法院干警，有时间有地点。这个名单我们反贪局也有一份，我早就向陈书记汇报过。陈书记的意思是家丑不可外扬。周局长，你今天到底想干什么？澄清一些问题，明确一些责任。周玉英同志，你不要给我搅乱会场，你给我出去！陈忠诚同志，你还没这个权利。不要拍巴掌。李书记，我觉得周局长说的不错，责任就是要弄清。责任已经很清楚了。英同志、忠诚同志，你不要太激动。我刚才的话没有讲完。我既然提出这个问题，就要对这个问题负责任。这个会散了以后，你们按照红枫公司干部群众提供的线索，我已经掌握的名单去查一下，查实一个处理一个，不管他是哪个单位、什么职务，一定要把这违法乱纪的家伙通通给我赶出国家机关。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谁也别叫冤，哪怕你只吃了1回酒，8次也不行，哪怕只有1次，你这个头上就不配戴这枚国徽。好吧，我们坚决执行这个精神。好了，时间不早了，该吃中午饭了。我留大家吃顿便饭，吃饭的时候我还有话要说。哦，对了，赵主任，收一下每人5块钱餐费啊。好的。啊，李书记，这是我的。我局里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哦，这忙什么？坐下。再忙这顿饭也要吃，耽误不了事儿。坐下。行。同志们，这个营养汤是沈小兰同志的一大发明啊！2年多来，红枫公司的广大干部群众就靠这个补充营养啊！大家喝一点没有坏处啊！这个鳝鱼骨含钙质，
鱼的内脏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这种汤会给我们补充一种特殊的营养，那就是政治营养，使我们大家更明确自己的责任，也使一些同志不至于那么厚颜无耻。喝吧，增加点钙质，我们腰杆会硬一点，补充点政治营养，让我们在老百姓的疾苦面前显得头脑清醒，不至于发昏发热。谁也不许吐，这可是鸿丰公司广大干部群众活命的粮食。钱繁星是钟明人点名派到中江来的，他支持这种让我们闹出笑话的事不奇怪。这位市长本来就只对钟明人负责，周玉英跟着发难也可以理解。这位女同志丈夫去世以后，心理上有些变态。可李东方是你扶上马的，怎么也可以跟着这么干呢？为什么要让贺家国抓住鸿丰公司不放？是政治上的糊涂呢，还是别有用心？家国的情况很容易理解，热血青年的政治幼稚病。狂性大发，这孩子啊，我会找他谈的。那李东方呢？赵省长，我看是别有用心。你把李东方留在中江守这个摊子，是选错人了。李东方任用贺家国，也是居心叵测。钟正同志，你不要想得太多了呀。你看看这么小的一个民事诉讼案，闹得满城风雨的，你要是市委书记，特别是省会市的新任市委书记，你会怎么做啊？你的意思是，李东方趁机要树立自己一把手的权威？我们对东方同志要多一些理解啊！踩着你老领导的头，树立自己的权威，赵省长，你不觉得这样的人也挺可怕的吗？该踩着人家头的时候就得踩，否则哪有什么高度啊？老辉啊，叫家国回来一次，我有事找他谈。好的，好的，我回宾馆洗个澡就过去。好，好。首长，隆隆的炮声已经传到我岳父大人的耳朵里了，鸿门宴已经摆好了，等着我回去呢。那好，鸿门宴也得回去这件事情免不了要和达公同志产生摩擦的，你回去正好替我做一个解释工作。好，请首长继续布置吧。对了，我上回说的内部情况可以出了，先登一点谈问题的文章，把它发出去，让大伙儿看一看啊。好，那么咱们就从鸿丰公司开头，接着是国际工业园，还有田壮达的案子。我一步一步来，先把鸿丰公司的调查报告发出去。至于国际工业园和田壮达的案子，先等等，它很复杂，以后再发，好不好 ？OK， 我走了。哟，家国呀，你现在已经成了万能胶了啊！哪儿有窟窿你就往哪儿堵。什么万能胶呀？是抹布吧？脏了我一人，幸福您二位啊！我没什么幸福感。鸿丰公司的干部群众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幸福感，我就幸福了。首长，我一定会让鸿丰公司的干部群众有幸福感。好，只怕另外的一些人就没有幸福了。陈书记，赵省长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去找李娟谈谈吧，让她顾全一下大局，该掏的钱就让她掏一点。这件事看来挺麻烦，够我们受的。你跟着我。好。
还不是您看的这些书。哦，我这个你也有兴趣。爸，陈忠诚说的没错，您不应该选李东方守这个摊子。陈忠诚就合适了。他也不合适，他这个人呐，太没头脑。对喽，这可是从政者的硬伤大忌。除了陈忠诚和李东方，就没有更好的选择。阿辉啊，这个你就不懂了。当初我选李东方是没什么错的，这个人他很谨慎，也比较稳重。可这个慎重稳重的人，他出手就像您的软肋打。您打算怎么办？说说你的意见吧。啊，爸，你必须为你的最新失误付出代价。最新的失误？你指什么？没有坚决阻止贺家国从政去做这个市长助理啊。贺家国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一腔热血，李东方指向哪他就打向哪。您现在处在非常时期，没必要为一个小小的民事诉讼影响了自己的前程啊，更没必要因此和李东方闹翻。不管你分析的对不对，我要说阿慧啊，你还真有点政治头脑哎。啊！我在这儿等你。谁呀？贺市长，你好。哟，贺市长当了市长就不认人了。哎呦，来来来，行。哎呀，我这人脑子是不太好，但是你李娟小姐我还是记得住的。3年前我们在一块吃过饭。是我请的客，在国际大酒店。是，为我创办国际华美公司筹股融资啊。是啊。我怎么也没想到，你3年的时间白手起家，可以赚成5个亿啊！所以啊，你当时在宴会上只让我吃虾啊，既没有入我的股，也没有借给我1分钱呐。这绝对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失误。你说我如果入股啊，真的，哪怕10%的股份，我也能挣上几千万吧。哎呀，也许我就不用这么累的经营这个公司了。那今天是来兴师问罪的？哪敢啊！我呀是来叙叙我们往日的友谊的。啊，那请坐吧，喝点什么？随便。哟，对不起，我这只有可乐了啊。行。陈书记，你看，现在叫我们下面的人怎么办呢？李娟是赵省长介绍我认识的。要不我们也不会这么判呢。呵，现在可好，出了事儿，全是我们的错。你看这。老邓啊，该给领导兜着的时候就兜着啊，坐。领导心里会有数的。领导有什么数？李书记和钱市长在会上那种态度，恨不得把我给撤掉了。李东方明确表示，不行就换个院长。没有赵省长点头，李东方他敢吗？那我是不是去找赵省长说说？别着急，等李娟跟贺家国谈完以后再说。要是李娟把贺家国拿下来了，咱不就省事了？拿下来也没有用，那还有李东方呢。陈书记，我看我还是亲自去找赵省长汇报一下。哎，老邓，哎呀，你应该去做上帝，或者到联合国去当秘书长。你这么仁慈，这么富有同情心，做一个市长助理，太委屈你了吧？这恐怕不只是同情心的问题吧？是不是还有司法公正的问题？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
你看啊，你租了人家的商城，你赚了那么多钱，你就是不愿意按照合同交房租，这恐怕到了联合国也说不过去吧？说得过去说不过去，那也要以判决为准吧，不能以权代法，也不能以情代法，更不能无法无天。啊，那个沈小兰这么一闹，你们就怕了，怕社会不稳定了。抱着这种心态，怎么改革呀？改革不能不要社会稳定，更不能巧取豪夺吧。我也做过经营，所以我就更加珍惜稳定的社会局面。你这么做，赵省长同意吗？赵省长为什么不同意呢？他没跟你说过，我是他树的典型，我的人大代表也是他提名建议的。什么典型，什么代表，这些根本不值人家一驳。我认为您现在当务之急是一定要和李娟一刀两断，摆脱这个包袱。不论您和她是什么关系。阿慧，你这话有点扯远了吧？爸，我这些可都是为您好啊。我知道你是替我着想，可是你想过没有，我要是不保护自己的部下，那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很可能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倒一大片。那有些话您可以以后再说嘛。好了，这个事儿我们就不说了，好吧？哦，对了，家过来了，你得好好跟他聊聊，有些话我不好说啊。哎呀，贺博士，你不觉得可惜吗？你有着智慧的脑子，你可以用你的知识去赚大钱，你何必要搅到中江这么深不可测的政治漩涡里？这很简单，因为我见不得那么多的下岗工人在流泪，我见不得有些人的丑陋无耻，所以我当官的兴趣很大，而且想当大官。那你说清楚，你是要跟我作对呢，还是要跟赵省长作对？我实话跟你说吧，如果没有从省里到市里过硬的关系，这个官司我打不到这种程度。所以我劝你啊，还是冷静的考虑考虑，千万别上别人的当。你上了当得罪我无所谓，问题是你会得罪一大批实权人物，包括赵省长。我这个人呢，还就不怕威胁。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可是中江的人大代表，对你的任命我是有一票权的。你毕竟只有一票，而且你这一票不能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众啊，所以你也决定不了我这个市长助理的命运。哎，你说这钱跟权一样啊，它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啊。如果不能变成人生的一种享受，比如说美女啊、美酒、美好生活。对了，我都给忘了，你就是个美女嘛。我得承认，你确实很漂亮。那就对我好点。你是不是又发现什么可乘之机了？如果你还是华美的老总，也许我会跟你放纵一下，因为我对金钱世界的成功人士总是保持着敬意。不过你现在是个小小的市长助理，你觉得你配吗？你这个话的意思是不是让我拼命的往上爬呀？贺市长，我很敬佩你的正直和勇气，可是作为过去商界的老朋友，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
你现在已经成了中江一些政客的炮灰，你做官的兴趣很快就会消失。我希望你好自为之吧。出师不利吧，娟娟，该退的时候就得退，我真的是为你好。哎呀，这种心不用你操。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赵省长的意思。哼，那就牺牲我。田壮达逃了，我没逃，我倒了，谁也脱不了干系。有，赵省长。哎呀，商林同志啊，谁派你到我家门口来站岗的？搞什么名堂你？赵省长，我想向您汇报一下工作。你跟我汇报什么？我已经不在中江工作了，你应该跟李书记、钱市长他们汇报去。爸，哦，家国来了。柯院长，来汇报工作啊？哎，对，赵省长。我看我和家国同志一起汇报工作吧，这样，有些事情我就好说了。你有什么不好说的？谁封住你嘴了？好，这样吧，你要是愿意等，你就等着，我跟家国谈完之后再来听你的汇报啊。好，那我听您招呼。啊，家国来，爸，坐。爸，这李书记和钱市长绝对不是针对您的。这个我比你清楚啊。但是家国，政治上的问题都是很复杂的。你既然从了政，那就要用政治家的眼光来看问题，不能单凭热情、冲动胡来一气啊！你想过没有？洪峰这个案子是在我当市委书记的时候发生的。李娟是我树的典型，又是人大代表，你这么一闹，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爸，我不认为这会给您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不管是谁树的典型，不管他是哪一级的人大代表，他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呢。这些年来，烂掉垮掉的典型不止一个，犯法入狱的人大代表又不是没有啊。事情真是那么简单吗？你大概也没少听说吧？都说我和李娟的关系非同一般，甚至有人说我拿了李娟的好处。爸，那你就更应该支持我们重新审理，澄清自己啊。爸，电话。啊。家国，你就这么恨我？恨你？这话从何说起啊？别装糊涂了。你不是踩着我父亲的头做了一回风光的政治亮相吗？让李东方也跟着风光了一回。你是说红枫公司的事儿啊？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正义和良心，绝对不是针对你父亲，真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父亲的政治对手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你就没有想到老爷子现在正在被中组部考察？你关键时刻，你这么做对他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给红枫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一个公道。你这是自拉自唱呢，还是有人在幕后做导演？这还要什么导演啊？难道我就不能站出来说一句 no 吗？行了，何助理，你少在我面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我警告你啊，少让人家当枪使，少拿我爸做文章。
真是你父亲的好女儿啊！赵省长，您对您的宝贝女婿一定要提防，他绝不是一支单纯的枪，他身上有一股肃杀之气啊！也许就因为他会使很多人死无葬身之地，真的，我今天跟他谈话感觉到的。我知道了，哎，我这里还有客人，回头见面再说吧。啊，好。你到门口啊，把邓院长请进来吧。好。我们俩好像不应该谈论这个话题。那你想谈什么？应该谈谈我们俩什么时候去办理离婚手续。美的你，我后悔了，不准备去办。哎，你这葫芦里又装上什么新药了？哟，邓院长，请坐，请坐。家国是我的女婿，东方和繁星同志啊，我也是比较了解的。我是不相信他们会在背后搞了我什么小动作。再说，东方同志在会上讲的也没什么错啊，啊。双林同志啊，来，你自己说说看，哼，你们法院那些办案人员就没有吃过别人情，拿过别人财物？我看是免不了吧？啊，这个问题我是提醒过你，还有陈忠诚的，看起来啊，你们思想上根本没引起必要的重视。赵省长，我向您保证，我没有拿过李娟1分钱的好处。案子的审理也完全是按您的意思办的。李书记他不是没有数，现在他们要翻这个案子，那就是让您老领导难堪，要做您的文章，不然。不要再说了。是我让你们把这个案子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啊！我当初是不是跟你们强调要调解？你们办案人员自己又吃又拿，现在闯了祸了，哦，就变成我的指示了。呵呵，你真会钻空子啊！我不否认，当初李娟是我介绍你认识的，而且我跟你打过招呼，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予以关照。请你注意啊，我是说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啊，不是叫你无原则的瞎搞。再说，我当时这样做这样说也是有背景的。市里刚刚开完经济工作会议，李娟就是在这次会上被树为典型的。她找到我，反映了困难。哎，你说这个诉讼上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找谁啊？啊？可现在李书记、钱市长拿我开刀，你拿没拿过他的好处啊？1分钱也没拿。赵省长，我要拿过李娟1分钱的好处，您就开除我的党籍。你上没上过他的床啊？没有。那好啊，没有把钱装错口袋，也没上错床，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应该积极的配合东方同志的工作，尽量的消除一些消极的影响。哎呀，不要再四处打着我的旗号了，我已经离开中江了，
有些问题我不好正面表态了。赵省长，能不能在您方便的时候跟李书记解释一下，把您给我的指示给他点一点？李书记对您是挺尊重的，您随便说几句话，那我这关就好过了。刚才你还说东方同志把矛头对准了我，现在怎么又成了对我很尊重了？邓院长，你是不是别有用心啊？我看你是昏头了。好了，赵省长，对不起，你回去吧，我还有工作。赵省长，那我就走了。院长，是不是回家？我去找李书记，你等一下。家国，爸，吃点夜宵吧。啊，我不饿，我就陪您坐会儿吧。好，来。我不要啊。哎呀，这个领导也难当啊啊！你随便说一句话，那些违章的同志啊，就把他当成圣旨了。这个问题，你以后要好好注意注意啊！我算什么呀？一个小助理，谁会理我呀？哎，不能掉以轻心。有些情况啊，我也是现在才知道，我很惭愧啊。作为前任的市委书记，对不起红红的干部和群众。怎么？我听说他们到菜场去捡鱼的内脏来补充营养，喝营养汤。真有这事儿？这个汤我喝过，这是我有生以来喝过的最难喝的东西。红红这个案子，该重审就重审吧，不要顾及我的面子。比起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我的面子算得了什么呀？爸，我没想到您会这么有胸怀啊！不要拍马屁。你把我这意思啊告诉李东方。关于邓双林呢，我的意思是，先不要拿下来，啊，一定要保护干部。啊，红红这个案子，也许是我的招呼打错了，也许是邓院长对我的招呼理解错了，反正责任都在我身上，不要处理他。啊，这种不依法办事的法官，您还要保吗？这正是我要提醒你的，一定要保护干部，哪怕自己来承担责任，也要保护手下的干部。双林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个人呢，毛病不少，私心也重，但是总的来说，工作上还是兢兢业业的，也比较清廉。坐吧，双林同志。双林同志，你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这个官司的是非曲直你怎么看不清楚啊？净看什么了？看一把手的眼色行事吧。大会上我不好跟你提，在这儿我跟你说句公道话吧。你双林同志不是不听招呼，
你是很听招呼的，关键你听谁的招呼？你是听一把手的招呼。我不是一把手的时候，我送来的批示和招呼你就应付一下；我是一把手以后，你看看什么都行了，是不是？是的，是的，是的。李书记，您说怎么改，我们就怎么改。错误。这还是以权代法吗？这就是你自身的悲剧所在。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法律依据呢？你就这么秉公执法呀？新来了个一把手怎么办？你又得看他的眼色，啊？你累不累呀你呀？你还怎么去开展工作呀？法律的尊严在哪儿？更谈不上你法院院长的尊严了。深刻，李书记，你说的太深刻了。深刻，深刻。什么？你听懂什么了？深刻，深刻的。是有一把手这个现象，你顾忌一把手，这个我能理解你。可是你不能眼睛老盯着一把手啊。一把手他不是圣人，一把手也不是法律专家，有的时候一把手打的招呼兴许就是错的，最终的法律责任要落在你的身上。李书记啊，有您这份理解，我就是冤死了也。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李书记，这个案子我完全是按赵省长的意思去办的。这我知道，黄蜂公司的官司，达公同志只是调解过。赵省长指示的这个调解方案，就是我们现在判下的这个方案呢。所以当时不能调解成功，只能硬判。判决以前，我打电话请示赵省长，可赵省长没有表示反对呀。娟娟，你就这么轻易放弃了？我知道你是怕给老赵添麻烦，可这太委屈你了。不行，这事儿啊，我得劝劝老赵，原则问题就是不能让步，你也得挺住了。给谁打电话呢？没完没了的。快点，快点，我要跟东方通话呢。这就完。娟娟，那以后再聊吧啊！记住啊，千万别低头，否则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再见啊！哎呦，周局长，怎么是你啊？怎么一个人呀？我这人有个毛病，就喜欢一个人喝咖啡。来来，坐坐坐。你怎么有闲情逸致到这儿来啊？我家在这后边啊。啊，哟，那太好了，我还准备请你的客呢。感谢你今天在会上给我宝贵的支持。那应该是我请客了。你胆子不小，敢在这种会上摸老虎的屁股。老虎屁股怎么就摸不得呢？我跟你说实话，我刚从老虎家出来。吹牛了啊！有的人呀，既想尽忠又想尽孝，累不累呀？有什么可累的？这个赵达公啊，又不是我直接领导。再说了，他的话呀，我总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那这么说，红枫商城的事儿你是要管到底了？那当然了，就连你这个女包工都支持我了。那我就得提醒你一句了，既然你率先向人家出手了，就得小心人家反击，千万别让人家抓住什么把柄。有这么严重吗？我只不过是说点真话呀。当然有那么严重了，你说的真话，也许就会挑起一场战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的残酷性你以后会看到的。我们的同志在类似的战争中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大姐，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干我们这一行的，
威胁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哎，家国，你这么做，李书记怎么看呀？支持啊！真支持？当然了，红枫公司所有的材料都是他给我的。哎，怎么了？没事。老赵啊，开始我还有点担心，谢谢你的支持啊。可能是我想的太多了。好，再见啊，再见。邓院长，双林同志，你身上还有没有点正气啊？你为了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你什么都不顾了？你自己跑到达公同志那胡说什么去？不是达公同志批评了你一顿，你能到我这儿来做检讨吗？不，我不是别有用心，我真的不是啊。您就是借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挑拨您和赵省长的关系啊。您和赵省长的关系，那谁敢挑拨呀？我真是太难了。行，你不用做解释了，你甭解释了。就你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你看看你自己，这让谁能放心呐？法院还能不出问题吗？李书记，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下一步该怎么办？你调查取证，依法重审嘛。你不要顾忌达公同志曾经说过什么，也不要看我的态度啊。你们党组回去赶紧开个会，专门研究一下风纪问题，要好好整顿。这会我要参加的。好，李书记，我们照您的指示办。照您的指示办。什么按我的指示办呢？没办法，以后吃饭了吗？吃过了。老赵，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对不起李娟呢？怎么想起替李娟说话了？是不是有自己的目的啊？你看，我也是为你好，我怕你这样做呀，会让对你忠心的那些人寒心的。这是政治，该退的时候就得退一步。当年韩信还受过胯下之辱呢。娟娟这点就是比你强。识大体才能成大事啊！这是怎么搞的嘛？啊？怎么会死在我们的拘留所呢？是割腕，现场发现了个单面刀片，不知道谁给他的。送医院抢救了没有？医生的血全流光了，床上的被褥都浸透了。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救了。这下好了，更说不清楚了。我们怎么向周玉英那边交代啊？王主任可是田壮达这个案子的重要知情人。陈书记，是不是通知一下检察院？周玉英今天上午还来过电话，交涉关于联合审讯的事，我没答应。通知吧，马上就通知，省得人家疑神疑鬼的。谁值的班？给我叫来。陈局长，怎么回事啊？这都是我们工作失误，我们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按道理说，根本就没这种可能性。什么叫没这种可能性？啊？人已经死了，还说没这种可能性？我看你是想下岗的你。这刀片是从哪儿来的？正在查，入监的时候绝对没有携带过。能这么肯定吗？啊？检查认真不认真？陈书记，我可以肯定。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单独接触过王主任？没有，除了我和陈书记，再有几个预审人员，没有别人。预审材料可以转给我们吗？马上转给检察院吧。啊，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们就不应该插这个手。一心就想争功劳，现在倒好，啊，人都死在你们这儿了，像话。王主任是自杀吗？是自杀，不过疑点很大，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竟然发生了，说明这个自杀不是那么简单。其一，可能有人胁迫；其二，有人提供自杀条件。更可疑的是一审材料，除了我们已经掌握的田壮达的情况以外，这个王主任什么都没有交代，也就是说，我们一无所获。唯一的线索又断了。是。不过，老书记，我敢坚信一点，花建设这时候翻供就是欲盖弥彰。赵大公的老婆刘露露肯定跟田壮达一案有关。刘露露卷进去了，赵大公脱得了干系吗？我也担心这一点。如果赵大公真卷进去了，这个案子我也就办不了了，只有省委或者中纪委来人办了。该向中纪委汇报的是我会啊，也向你通报个新情况。据国际刑警中国局的通知说，田壮达在泰国露面了，也许这次会抓他，抓住此人，我们的案子就峰回路转了。不过这个情况千万不能让陈忠诚知道。我要求省公安厅在抓获田壮达之前严格保密，其中一个重要的保密对象就是这位陈忠诚。太对了。田壮达在泰国曼谷国际机场被捕了，就是2小时前的事儿。对，省公安厅刚通知我的。好，他到底被我们抓住了。好，好的，是不是田壮达被抓了？你怎么对这个逃犯这么关心呢？没有啊。是不是拿过人家什么好处啊？怎么？我要是拿过别人的好处，你准备举报我啊？你说呢？所以啊，在廉政这个问题上，我一向是很注意的。你放心吧，没事儿。没事儿就好。我希望你注意。李书记，情况有些复杂呀。这国际刑警组织抓捕田壮达时，省里就没有跟我们通过气，显然是想避开我们。下一步很有可能就是要接过田壮达这个案子的办案权。省里要就给他吧。赵省长说了，有人是要迫不及待的接我们中江的盖子了。这个太敏感了吧？赵省长是这么说的吗？这也不能怪赵省长敏感呐。周玉英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找了花建设追查那800万融资的问题，而花建设的老婆跟刘露露又是大学的同学。那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也不能说没有关系。花建设就是通过刘露露认识的田壮达。他们有什么经济来往？现在说不清楚，一定要等田壮达引渡回国之后才能知道。哦，那就这样吧。今天就这样，你说呢？李书记，这个案子的办案权我们真的不能丢。你不是等他引渡回来再说吗？那我们怎么向赵省长交代呢？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想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就是为赵省长考虑。你不要考虑那么多，你要依法办事。有些矛盾谁也回避不了。刘露露要真陷进去了，别说赵省长，谁也救不了他。